队长，马工，川哥，你们搁哪儿呢？别好了，我没死，注意警戒。王浩川，你丫車怎麼開的？隊長，我真冇亂嚟㗎。剛剛前面咪凍，就係你種突然一墜，整台車被大力吸過去。我手死死攞住方向盤都唔得，方向盤自己飄，我根本控唔住啊！雷旭普通話，廣東腔我聽不懂。不好意思，隊長，我一周極就容易冒出家鄉話嚟。隊長，你怎麼看着比我還年輕？我操！你倆咋回事？這是幹啥呀？我是不是撞鬼了？哎呦我的媽呀！我這也鬼上身了！別慌，先找人。馬振邦和陳素還沒出來。馬公！喊嘛呢？別喊了，聽見了。我這把老骨頭還……你們怎麼都跟返老還童了似的？我這頭髮，我這是回到20年前了。我這是到哪兒了？先別管哪兒，陳素呢？陳素怎麼沒出來？壞了！剛才翻車那一下太猛，陳素那是坐在後座正中間睡覺呢，是不是卡裡頭了？快救人！陳素！讓開，我看看。我的天！隊長，咋樣了？陳素沒事吧？是不是暈過去了？往後點，我抱他出來吧。這是嘛？這是陳大夫。咱那個能徒手縫紅管，罵起人來能把男兵罵哭的陳素。林隊，他是不是上錯車了？這誰家閨女啊？看着還沒我外甥女兒大呢。隊長，他好像還在睡。你們哪個嘍？離我遠點！陳大夫，別喊了，都是自己人。別說你呀，現在都蒙圈着呢。您就趕緊適應一下吧。你瞅瞅，我是謝長風，這是林隊、馬工、川兒哥。是你們？你們這是搞麼子嘞？說普通話。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夢。隊長，我們這是在哪兒？我們怎麼變成這樣？閉嘴吧！現在不是討論變化的時候。現在的現實是，我們來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不管這裡是哪兒，不管我們變成了什麼樣，現在的處境可能有危險，車翻了，四周不明。所有人，立刻進入戰備狀態，聽明白沒有？檢查自己有沒有受傷，然後檢查裝備。算了，等你包紮好了，已經痊癒了。GPS 搜不到衛星，北斗衛星手給都沒訊號，
就算是拽偏远的山区，也不可能所有偏度全无讯号。像是要人把这片地方从整个通讯网络里摘了出去。不用再说了，把所有物品、物资都带上，拿走车钥匙，用树枝把军车盖起来。我们必须迅速离开这里。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队长，我说句不太靠谱的啊。说。这么说吧，队长，经过我仔细观察、审慎判断、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我们穿越了。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我没瞎说呀，你看看咱现在这德行，谁家翻个车，连年纪都给翻回去了？这叫嘛穿越？这你妈叫重生。重生到10年前的我，别的不说，光这脑袋顶就直了。那你可得珍惜，说不定过2天又掉了。王浩川，你会不会说话？真要是穿越也不亏，至少都年轻了。你看墨子看，没看，啥也没看。我是说，关键得知道咱穿越到哪儿了。谢长风，注意观察前方，闭嘴。这玩意儿咋跟埋伏好了似的？你还笑？你试试让这玩意儿从你脸边上炸一下。狙击手同志，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让一只鸡给吓着了？我那是战术警觉。战术警觉。这里要提烟，鹿、象，还有别的小兽。不止一种，这地方是动物园啊！这地方是保护区吧？活物怎么这么多？没有人味儿，好像人类从来没到过这里。这地方不像是离我们很远。像是离我们太久。哲人，继续走。还绕呢？关你么子事？我就问问，再问我给你封嘴！老实了没2秒。你现在算未成年吗？成年了吧？兔子，这里的兔子都不怕人。有情况！别开枪，都别动，隐蔽。
队长，不像现代人。阿爹，我说中了，是一只灰兔。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清河，别放箭，我们不会伤他。你们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迷了路。先放开我女儿！好，我们放开他，你们放下剑，大家都别动手。长风，放人。阿爹！小姑娘，你的兔子现在能说话了。几位壮士，是何处人？怎会这般装束？老哥，我先请教您，此处是什么地方？这是陇山，属秦州地界。秦州？怎的，连秦州都没听过？你们不是大宋人？大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穿越！敢问如今是何年号？宣和4年。宣和4年，一切都对上了。公元1122年，这里是秦凤路，指定是秦土路。种师中是经略使，秦州知州。没错，此地确属秦凤路，使君是种上公，兼知秦州。老哥，实不相瞒，我等并非此地之人，来自极远之处，途中遭了变故，误入此山。我叫林昭，这几个都是我的同伴：谢长风、王浩川、马振博、陈素。我姓许，名三槐，这是我女儿许清河，那是我徒弟李耳，羌人。把水拿来。是水，没事。还真有口热的。若照老哥方才所说，如今是宣和4年，那现在宋辽兵势正紧吧？不错，北边正打着。秦州兵马多半也已抽调北上，辽氏一起，西边若是得了消息，西夏未必不会生心。壮士倒是知晓不少，不过如今才5月，还不到他们出来打草谷的时候。我们清河村离陇城寨不远，若真见了西贼踪迹，自有烽火为号，不至于全无防备。清河村，村子不算小，统共66户，汉人、羌人都住着。村东头多是汉户，西边靠坡那几家有羌人。李耳便是羌人，跟着我学了几年弓猎，如今也算我半个儿。难怪队长是指挥硕士，真他妈有学问。方才没伤着吧？
差点说岔了。天色不早了，这般时候路上最容易碰见大虫。几位若要下山，还是早些动身的好。是大虫！别出声，别动！别动，低一点。是豹子，这东西比大虫还快！清河趴下！没事了。清河，吓到了没有？阿爹，我没事。没什么可怕的。林兄弟，你这兵器可是雷响弩？算是防身的火器。怎的不见箭矢？击过有意，不必用寻常箭矢。这搁咱们那儿可是保护动物。3年起步。这豹子归你。这如何使得？这畜生是你打死的。这东西与我们无用，就当借宿的见面礼。林兄弟，这份情徐某记下了。前头有座山神庙，今夜先去那儿歇宿。你们是西夏人还是辽人？都不是，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反正不是山鬼。烽火！清河村那边起烽火了！阿爹，村里……判定目标，无差别屠杀。清楚指令，确认。阿爹，站住！李兄弟，村子都起火了，所以更不能乱冲，边走边说，别停。村里几条路进出？2条，正口进村，沿山道下来便是。后头还有一条土道，绕出村后。后头通哪儿？通陇城寨方向。那边道窄，平常走的人少，可马能跑。那就不用管后门，只守住前门就行。你是想？这伙西贼求的是快，后口通军寨他们不敢走，退路必是正口，把他们压死在村里。全体注意！陈素，你带清河跟许大哥守后头，先别进村中心，稳住人，护住村口。碰上从村口跑出来的，先辨清是村民还是西贼。村民受伤的，你先救治。明白。李二，你用弓箭给我钉死村口，西贼有跑出来的直接射杀。好，好。长风老马，注意2翼屋顶和巷口，先找弓手。是。郝川，把枪给我，你跟我正面，用微冲点射绳子弹，尽量别打马。开打后最重要的3个字：我、你、马。
徐大哥，你们等会儿记得收拢马匹，那玩意儿可值钱。这么富裕的仗，我8辈子都没打过。少拼2句能死？李兄弟，不能这么闯！西贼公快马快，近了身就是要命。你们这点人，冲进去跑都跑不脱。我们不跑，该跑的是他们。别乱动！左右请到。是三怀回来了，三怀回来了，三怀带来援兵啦！有援兵，杀了他们！上马！混蛋，心情平静点了吗？回屋里去。雷响弩，他们有雷响弩。小心！对于冲阵的骑兵，人头、马头一起爆！我都打着他了，你还补个屁？浪费子弹！我不补枪，他能落马？闭嘴！左边还有一个。跑了一个。能站的往后退，别堵路。往后都往后，男人拿家伙别乱！我排着我。恩人，周立正，使不得。是的，如何使不得？若不是恩人出手，我清河村就完了。老少妇孺不知要死多少，被掳多少。老汉这一跪，跪的是全村人的命。周立正，先别说这些，先安置伤者，稳住村子要紧。都别愣着，活着的先抬，受伤的先抬。火没灭尽的继续灭，
看住西贼的马，看住兵刃，谁也不准乱。几位恩人，先去许家洗漱歇息，喝口热汤，吃点东西。今日你们已为我清河村拼了命，断没有再叫恩人站在这儿吹风吃灰的道理。不用，我们去许家烧热水，备热汤，再挑几个手脚利落、模样周正的娘子过去，伺候几位恩人洗漱歇脚。周理正，不必如此，烧些热水便够了。恩人莫推，我清河村死里逃生，对恩人这点心意若还不让尽，我这里正也不用做了。林兄弟，听周理正的吧，先去歇歇，洗把脸，换口气。你们这会儿站都快站不住了，还逞什么强？好，清河，你回去照应着，给林兄弟他们烧水。阿爹，我要留下帮陈素姐姐。好个厉害的小娘子！清河，你去挑人，村里手脚利索、胆子大的妇人和小娘子都归你领过去，听从陈小娘子的调遣。陈小娘子辛苦，村中妇人都由你调用，要什么缺什么，只管开口。我要一间大屋，还要热水、盐、烈酒，干净不薄，越多越好。伤重的先往我这里抬。祠堂腾出来，供桌搬开，草席铺上，能用的门板都拆下来，快！重伤的放左边，流血多的先抬进来，轻伤能自己做的先去右边。孩子和妇人伤者放后头，别堵门。热水一直烧，不许断。布着分开，干净的放这边，脏的扔出去。盐水煮起来，温的用来洗伤口，先止血，再清操，再包扎。断了骨头的先固定住，别乱动。别动啊！别动！按住他。哭什么哭？你们是英雄，为了村子父老死都不怕，还怕路这2两肉吗？这位小娘子看着比城里的大夫还厉害，可不是？方才那后生哭成那样，她一句哭什么哭就给镇住了。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女子。这仗打的真他妈要命，身体不累，心累。训练和真杀人2种不同状态啊！我们还是经历和平太久了。谢家哥哥，擦擦手吧。你怎么知道我姓谢？方才院里人都这么叫。你老往我跟前转做什么？我脸上长花了？没有。你消停点吧，人家是临时来照顾我们的。别拉拉扯扯的，你放屁！你没看他要摔了吗？先喝口热的吧。几位恩公，这是家里刚煮的汤，鸡蛋也是才攒下的，求恩公别嫌弃。周二嫂，你家里那位还伤着，这汤留给他吃吧。送这儿来做什么？该送的怎么能不送？若不是几位恩公，我家那口子今日就没命了。如今他虽然在祠堂里躺着，可到底活着。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嫂子，多谢。东西我们收了，你快回去照应伤者。恩公们拿着吧，做礼衣也好，包东西也好，总归是点干净的。家里穷，没好东西，这还是给儿媳压着的，没舍得裁。老人家，这个真不能要。怎么不能要？命都叫你们救回来了，一块布算什么？你们要不收，我老婆子夜里都睡不着。三怀哥，林兄弟，你说，别再叫乡亲们送东西了，大伙儿家里都遭了灾，这时候还能拿出这些，已经是情分。再有人来谢，你替我拦一拦，就说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再收。我们救人不是图这些，眼下村里正乱着，伤的要顾，死的要收，活着的人还得吃饭，家家都不容易，别再叫他们往这边送了。好，我去说。这村子是真把咱们当救命恩人了。这一仗，手枪打了38，微冲打了9，一共47子弹，不算少。那些西夏兵冲阵的时候打的最多，这种境况最吃子弹，打成这样，够省了。可这消耗再来几回，咱们手里的货就要见底。所以这仗虽然赢了，代价不小。咱们手里的枪和子弹，不是长久依仗。这东西现在能吓死人，是因为他们没见过，也没听过。可一旦子弹打光，枪就变成了硬铁。合着咱们狠狠干这一仗，打的是个一次性的威风，不是威风，是机会。这一仗打完，咱们不再是来历不明的外乡人。至少在清河村，咱们是救了全村的大恩人，这份情，这份事，不能白放过去。先把身份搞下来，没有身份，没有落脚，咱们早晚得出事儿。对，要尽快在地方上拿到身份、落脚处、人脉和资源，最好借这次的军功，借寨子这条线，尽快往大宋的秩序里迁进去。这是大宋战事最多的年月之一。边地今日是西夏，明人可能是番兵，后日还有流民、饥荒、徭役。想活下来，光会打不够，枪不能再当常规兵器打。咱们真要在这儿活下去，得有这个时代也能做出来、修得起、补得上的东西。哼，枪弹是一锤子买卖，打完就没了。可弩、甲、刀、火药器械，甚至木工、铁工，只要摸透路子，是能一层层往上搭的。你这意思是准备在大宋开个军工厂？你要非这么说也没毛病。这条路对，要是以后真能把装备体系做起来，咱们就不只是活命，是能立身了。唉，那咱们不回去了。关键是，你知道你怎么来的吗？那得问你，是你开车带我来的。菩萨保佑！真小娘子，真小娘子，救命啊！求你救救我的儿人吧！什么受伤的4日前，他打了头山猪，腿也被咬掉了一块肉。俺也去请了草药婆子来看。谁知后面越来越肿，昨儿夜里起了高热，今天一早便开始说胡话了。伤在哪儿？剪子。陈小娘子，能救吗？这条腿留不得了，再拖下去，人就保不住了。这还能活？陈小娘子，只要能救我当家的，腿不要了，我们不要了。这条腿已经烂进去了，留着就是要他的命。
听得见吗？听得见就睁眼。你是怕疼还是怕死？怕疼你就等死，不想死就给我忍着疼。好，把门板腾出来，给我压稳。清河，烧酒、热水、干净布全拿来。再去取一把最锋利的刀，还有，把烙铁烧红，先备着。哎，陈姐姐，到齐了。布袋。按住他！烙铁。不。这就成了。命暂时保住。当家的，你听得见不？你应我一生啊！别碰他，他现在还没从鬼门关里出来。红是勉强止住了，可高热还在，伤处也未必就算稳了。今晚得有人守着，一刻都不能离人。你听清楚。我记着，我都记着。待会儿把他抬到靠里些，少见风的地方。若他身上发烫，就拿凉水浸布，给他擦额头、脖子、腋下，嘴唇若干了，就一点点微温水，别猛灌，免得呛死。这是家里刚做好的，还热着呢，给陈小娘子垫垫肚子吧。陈姐姐，先吃口吧。林兄弟，周立正来了。林公子，周立正，村里外头的事，眼下已粗粗收拾出个头绪，可有些不敢擅自拿主意，想请林公子过去看一眼，替村里拿个章程。是缴获、死伤，还是寨子那边的事？都有。走吧。林公子，老汉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大的缴获。战马22匹，皮甲28套，角弓20张，短蛮刀16把，破甲剑400余支，还有马具、护腕、绑腿、水囊、粮食若干，眼下还在清点。另有西贼首级28级，都已叫人单独收好了。按边地赏格，这28级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回是真狠狠干了一票大的。东西是多，可越多，老汉心里越不踏实。按理说，这些都牵着官面上的规矩，村里没人敢乱动，更不敢私下胡分。怎么记功，怎么分赏，怎么上报，老汉实在心里没底，这才厚着脸皮来请林公子。先把死伤的人家报给我。战死10人，重伤15人，轻伤10几个，还有几个老人妇孺，是受的惊和擦撞，性命倒都还在。死的那10人都是村里本就能称事儿的壮劳力，其中有几户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本就艰难。军功赏格，先紧着战死和重伤的人家，该给的先立出来。林公子先问的是人，不是钱财，老汉心里就有底了。周立志，为何到了这般时候番兵还没到？咱们不是放了狼烟吗？按理说见了狼烟，寨兵是该来的，可这世上的事儿哪能都按理来？老汉见过村民逃难，没见过几回寨兵肯出来拼命的，更何况如今北边正打着，红象调兵北上，边地寨子里的人手本就去了大半。
剩下那点兵，守寨自保都嫌不够。至于巡检穆恩，林公子若真见了他，便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人物。到时他多半只会拿“守寨为重”4个字来堵人嘴。村里死活到了他眼里，不过是句轻平平的无可奈何。先前在山里，我没把这话说透，一来是怕伤人胆气，二来那时还拿不准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打算。谁能想到，你们真敢带着村里人干这一场？明白了，也就是说，往后清河村不能指望寨子。若不是摊上个还肯做事的县里父母官，这边地的日子只怕更没法过了。陇城县如今是哪位知县？狄参、狄知县。狄老爷那边总还肯替咱们想一想。狄参、狄武相之后吗？倒没剁了祖上的气节。正因县里还有个肯做事的，老汉才想着这回的事若办得妥，说不定还能替村里多争几分活路。既如此，我也说说我们的打算。我们几个想在清河村落户。当真？若几位真有此意，那可再好不过。守村有功，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又有我和三槐出面作保，村里找几户按个手印，这事儿不难办。快则半月，慢则1月，总能定下来。那我们需要做什么？这事儿交给我和三槐，几位只管把眼前这些大事理顺了，落户的事儿不必操心。这回的军功赏备，先紧着战死和重伤的人家，战死者那份先单一列出来，重伤者也先顾上。其余参与守村的人，该记的功劳照记，排在后头。另外，战死之家，除应得赏地外，再加5贯抚恤，钱从麦马钱里出。林公子这是替清河村守心呐！这些弓箭皮甲，不能拆分，更不能卖。这次能守下来，是拼命，也是运气。若还想着指望保寨，今天这一遭迟早还得再受一遍。在这年头，能护命的不是几贯赏钱，是手里这把弓，身上这层甲。林公子说的，正是老汉心里想的，只是不知林公子可愿意替村里领这支乡兵，做这个社头。乡兵我明白，社头又是什么说法？村中自保武装，人数不足100人，编作一社，领头的叫社头。平日操练轻壮，遇事领人守村，算村里主心骨。若林公子肯担这个名头，清河村这些青壮往后便都听您调度。好，这个社头我来做。好，好，有林公子这句话，村里的青壮就算真有个主事的人了。还有这22匹马也是个大难题。怎么说？西夏号马值钱，1匹卖官能值70贯，可按规矩，一村最多只能留5匹自用，其余不能私下处置。乱卖乱分是要掉脑袋的。这么严？边地的马哪有不严的？陇城县没有买马场，要卖得往秦州去。秦州路远，若没官面凭据，谁敢压着20来匹马走？所以这事儿急不得，也乱不得。那依周礼尊看，眼下该先如何？先去县里把首级军功缴获报上去，开下官宴，留5匹自用，其余等手续齐了，再押去秦州卖官。那就先照这个路数来，5匹好马留村里，余下的等县里办妥了再动。陈姐姐，她好像退约了。陈小娘子，我男人是不是缓过来了？高热退了，人应该活过来了。继续照我教你的法子照看，水别断，人也别离。我记着，我都记着。当家的，当家的！鬼娘！当家的，我在呢。下午多喂些水，晚些再试着喂点稀粥。
这都嘛玩意儿？怎么，这些都入不了您的眼？这刀口软成这样，真上阵砍几下，十有八九就得卷刃，也就看着像样。真到拼命的时候，能顶什么用？还有这个，也就凑合。真碰上硬仗，未必撑得住。你能改？能啊，长远些，得起炉子，盖风箱，另凿好煤，把钢炼出来，材料才是根子。铁不行，做什么都北大。不过那都是后话了。真要短期见效，先从弓箭上动手。怎么动？能改的地方多了，箭头、箭杆、箭羽，全都能做文章。只要材料够，我弄出一批比现在这些强一截的东西不难。这帮玩意儿做的太糙了。这事儿你心里先有个数。村里刚稳下来，不急着动手，等住处、人员、木料理顺了，再细做打算。行。早就该把今晚的住处先安顿下来，实在是眼下事多，耽误了。周理正请坐，边吃边说就是。不了不了，今儿先说眼前，林公子和陈小姑娘今夜还先住在三槐家，林公子住正房，陈小小姐同清河住东厢，等后头屋舍腾挪明白了，再另做安排。马兄弟、王兄弟，我已替你们说好了，这两家都是上户，屋里空着厢房，今夜先去他们那里歇下，吃住不必担心。这马上谢三姐。你们方才不是说有话要同谢兄弟讲吗？跟我？谢公子，您救了巧娘的命，俺们一家都记着。若不是您，她如今人也就没了。我那是顺手救人，换谁我都救，这不算什么。对您不算什么，对我们家却是天大的事。我们庄户人不懂别的道理，只知道人是您救下来的，那这条命就该记在您身上。谢公子，巧娘便算是您的人了。正妻我们是不敢想的，也高攀不起。可若谢公子肯收下她，做妾、做婢，便是做奴，我们都认。不是我救他，不是为了这个。我们知道谢公子是好人，可这理儿总是这个理儿。先前我们也同李正透过口风，李正都说这不算出格，那我成什么人了？这怎么行？谢公子不必如此，左右你们也是在这里落了脚，往后多一个人照应，没什么不好。我不是说你，我就是说这事儿不对，我不是那意思。今夜先住下，谢长风，你先去那边厢房暂住，旁的事以后再说。知道了。今夜先有个落脚处要紧，至于后头怎么安家，我这边也已有些盘算。这回村里有3家绝了户，屋子空下来，林公子你们4位可以拨一处大些的院子出来。至于陈小娘子，后头自当单独拨一处院子出来。为啥他单独？小娘子岂能同你们一群男子混住？那能不能再给我建个医院？什么院？就是专门收伤病、给人看病的地方，最好再起个2层楼，楼上放药材和住人，楼下给人看病。哎呦，我的小娘子，这可不成！边村民户哪能轻易起楼？这是犯规制的。你说的这个就是医馆吧？医馆就医馆，那单独给我拨个大院子总行吧？这个倒成，正房、厢房慢慢收拾起来，总能给你置办明白。观音菩萨保佑，观音菩萨保佑啊！什么观音菩萨保佑？要我说，没准那陈小娘子就是观音的化身呐。
一身素衣，救了这么多人，不是观音是什么？素衣观音，可不是吗？若不是他，今日祠堂里还不知要抬出去多少人。林公子，起得好早。都睁眼瞧瞧，一个个都还睡得死猪似的，像什么样子？人家外乡来的，昨儿才替咱挡了刀拼了命，今儿天不亮就起来操练，操练完了又进山寻吃食，你们呢？啊，一个个倒好，炕上赖得稳稳当当，恨不得日头晒到屁股上才肯爬起来。庄户人家命都拴在个秦字上，你不下力，地里能自己长粮；你不进山，山货能自己长腿跑进你锅里去。一个个懒皮懒骨头，平日里只晓得缩在被窝里叹那点热乎气，真当老天爷欠你们的？呸！俺把话撂这儿，往后谁再这般懒散，俺头一个不饶他。都是有手有脚的人，偏生过得还不如人家外来户秦景，丢不丢人？谢家哥哥，俺娘把早饭做好了。叫你回去吃呢。快去吧，人都等到路边了。你少起哄！饭还热着呢。我是去吃饭，不是去入赘。你们少瞎想。谢公子，昨夜睡得可还安稳？安稳得很。安稳就好，安稳就好。俺今儿可捡着好东西了。这是啥？矿石。龙山这地方不只是野菜药材多，底下怕还埋着好东西。俺今儿敲了山势，又摸了这2块石头，8成不会错。若后头还能再寻见些矿脉，清河村可真是守着一座宝山。先别往外声张，等再看清些再说。俺知道。陈小娘子去祠堂了。瞎看什么？那也是你能盯着看的。那是神仙般的人物。真要说眼下还能拉出来打且派得上用场的，满打满算也就35个。林公子，李正，可是县里那边又有信儿了。哪有那样快？俺这是先来把住处的事定下。你们几位既说了要在清河村落脚，总不能还东一处西一处的借住着。村里正有一户上户叫西贼杀绝了户，屋子还在，院子也大。林公子，你们4位都是男子，俺想着便先把那处拨给你们。有劳李正费心。这地方是真不小。林公子，你们这边定了，陈小娘子那边，俺原也替她瞧了一处独门小院儿。小娘子不要，她说要个大些的院子，2间正房，4间厢房。正房1间自己住，1间做诊室，4间厢房正好拿来安置病人。还说，往后总不能回回把病人往祠堂里抬。他是想把住处和看病的地方并到一处。成，俺替他寻。若实在不成，便把2处挨着院子打通了，
打通了，给他慢慢收拾出来。林公子，俺还得去一趟陇城县，去办落户的事，还有报功、报缴获、战马的事儿。昨儿那一仗，村里死伤不少，可西贼的尸口、兵器、马匹都还在，这些都得往县里报。再有你们几位落户的文书，也得走官面上的章程。俺晚上便回来，等俺回来，这些马怎么处置？村里往后怎么防？西贼若再来该怎么办？还有你们几位落户后头的事，都得跟你好生商量商量。李正只管去，村里这边我先盯着。有你这话，俺就踏实了。你急什么？俺这儿还藏着一个呢。俺就说这小子是个有出息的。谢兄弟，要不你也下去试试？俺看行。长风，你不是一天到晚嘴最硬吗？下去比一比。哟，巧娘也来了，俺还当你是来看比武的，感情是来看谢家小哥的。那还用说？这丫头眼睛都快粘人家身上了，人还没过门呢，心倒先偏过去了。婶子们莫乱讲，都胡扯什么？谢兄弟，下去啊！俺看你不是挺能吗？别光嘴上厉害。打就打，吵什么吵？来吧，俺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这就倒了，俺都没看明白，小伙这使的是什么把式？有股猛劲儿，就是使得太直。俺记住了。莱尔的下盘还是虚，劲道都在手上。平时射箭可以，这种近身肉搏是吃亏的。说的倒轻巧。你不服？怎么，怕伤着我？林哥，来一场！
要招德！社头，我们也能用你们的雷响弩吗？雷响弩，你们就别做梦了，那等东西眼下做不出来。可若只是手弩，俺今日跟木匠磨了一整日，心里已有了成钻。给俺些时日，俺保你们人手一把手弩。当真？哼，俺什么时候吹过这个？10步之内射穿皮甲都不难。人有了，心气也起来了。验马工具，今日俺也去县里跑这一趟，旁的还在磨，这个倒先开下来了。往后这些马若拿出去卖，明面上总算有了来路。县里怎么说？还能怎么说？乱成这样，谁也不愿多沾手。俺赔了不少话，才算把这事儿勉强说顺。俺这一趟去县里，风声也没瞒住。陇城寨那边的穆恩，听说咱们手里有西夏战马，私下递了话过来。这么快？战马这种东西哪瞒不住？他先问了马的来路，听说是村里人拿命夺回来的，便开价30贯一匹。30贯？他这是压价？是压价。可他话里的意思也明白，卖给他省事儿。若自己带着马往外走，路上出了事，可别怪旁人没提醒。哼，俺看是吓唬。吓唬归吓唬，话却不全是假。秦州离这儿120里，带着马去不易，卖了马再带着钱粮回来，更不易。俺打听了，若能运到秦州，一匹战马卖到70贯上下不难。去秦州，走哪条路？沿途有什么寨子？哪几段最险？哪里常有散兵流回？秦州如今粮、盐、铁料、药材，又是什么行情？李宗可打听过？俺说句老成话，卖给穆恩，价是低，可总归稳。若自己跑秦州，钱虽多，路上却未必能稳稳拿回来。俺心里也是这个意思。30贯虽低，总比落空强。这马，你还是要亲自带去秦州。若只为尽快把马脱手，30贯卖给穆恩也未尝不可。可清河村缺的不止这一笔钱，粮、盐、药材、铁料、木材都要备。俺这一趟若只是卖马，往后还是两眼一抹黑。秦州什么情形，路上什么情形，外头乱到了哪一步，都得亲眼去看看。差的也不只是几匹马的钱，差的是清河村往后喘气的本钱。这么说，这趟秦州还真非去不可了。得去，而且不能只看眼前这一趟。林公子，你是不是还看出了什么？童贯抽军攻辽，朝廷顾北方，顾不上西边。事表还在，西夏朝廷未必会立刻兴大兵，可底下那些部落散骑却未必会安分。清河村挨着边，昨夜那样的祸事，往后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村里能战的轻装，
得尽快拎出来。得有巡守、哨卫，得修土墙、清村口，归拢刀、弓、皮甲和马具。俺去秦州这几日，村里不能空着。王浩川留村练人，马振邦盯村口和墙头，许叔负责拢人、修墙、补哨。俺能办，我这边也没问题，就是还缺不少东西，所以才要去秦州。雷响弩眼下就别想了，没那条件。可手弩能先做。手弩？不大，近身最好用。现在工具粗，击过也得慢慢磨。眼下最多一天出1把，等头几把做顺了，后头还能快些。那就先做，能早出1把，村里便多一分底气。不过，只守一个清河村，不够。林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清河村能守一时，守不了一世。往后若想站稳，不能只靠这几面土墙。州县边寨官面上的消息，总得慢慢有自己的来路，人脉、消息、身份，也都得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得在大宋朝廷里安个自己人。王浩川走文路，比一直留在村里更有用。回头我会叫他准备科考，先把这条路看起来。刻苦，俺这村子，往后是真不能再按老法子过了。长远归长远，眼下还是先把村里这口气续住再说。不错，这些都是后话，先把眼前这一关过去。我去秦州这一趟，你那边缺什么？出发会列个单子给我。药材、麻布、细针、陶罐、烧酒都缺，我明日理清给你。我这边也得列，铁料、金角、胶、细错、小钻，还有木料，能烧多少烧多少。我这一趟是去卖马，还是替你们班办个秦州回来？你要不乐意，那我跟林昭去。哼，我呸！你留下守村去。哼。我亲自去秦州，谢冲锋同行，另外再挑10个村里人，来回约摸7日。李尔多半要去，今日那大河我看着也行。其余的人，明日我再过一遍，看脚程、胆气和家中拖累，再定。俺心里也有几个人，回头一道商量。2把手枪我带走，3把护卫冲留村。马振邦长1把，王浩川那边1把，剩下的1把留作底牌。不到真要命的时候，谁也不许乱开。你们这一去7日，若村里真又来了人，怎么办？先守，不追。有敌情先报，复有先收。伤者和孩子都往祠堂和里头院子集中。土墙、哨位和村口先顶第一波。若真到了逼不得已，再动枪。只要人不乱，总比昨夜强。俺明早就开始拢人看墙。谢公子，俺那边炕还热着，锅里也温着汤，今夜还过去歇吧。我院子都收拾出来了，还过去做什么？院子是收拾出来了，可你那边被褥都还没晾透吧？俺这边现成的，不比你回去瞎折腾强。我看也是，谢大公子还是过去吧，省得半夜冻醒。就你话多。林公子，俺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我今夜听你这一番话，才算真明白。我这把年纪，跑跑腿，磨磨嘴皮，替村里压一压人头户事儿，兴许还行。可真要往长远上谋，我是不成了。往后村里的大事，你来拿主意吧。我不是撂担子不管，只是你若不嫌我碍事，我就退到后头，替你把村里这些老人、户头、杂事先拢住。你要人，我给你叫；你要办事，我给你传话。可这村子往后怎么走，我看还是得听你的。李正严重了，村里的人头户事、老人前面我半点不熟。往后真要往前走，这些还得靠你撑着。只是既走到了这一步，我也不会退。清河村往后该怎么走，我会尽力。去秦州的人选、兵器、防务，未来的科举路，清河村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
从今天起，你们35人便算清河村的乡勇。乡勇不是湘军，更不是禁军，也不是托了农氏另养的一般人。农时照旧下地，闲时操练，轮值巡守，预警报信。村里若再有事，你们要先顶上去。既做了乡勇，往后便不是只顾自家门前那1亩3分地。村里有警，你们要先到；村里有敌，你们要先上。要守的不只是自己一家一户，是整个清河村。所以乡勇既立，规矩也得先立。没有规矩，练得再多，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一，有令必行；其二，有警必至，不得推诿；其三，不得临阵擅退；其四，不得借乡勇身份欺压乡邻，生事惹祸；其五，不得泄露巡守、哨位安排；其六，不得酗酒误事；其七，不得侵占公用刀工器械；其八，同武相顾，不得见险自顾；其九，农时不务农，守时不务哨；其十，凡在乡勇之列，便要守乡勇之责。不过，村里也不会让你们白担这份责。从今往后，乡勇每月月钱50文，朝廷徭役一概免去。钱月月会发，徭役也会照规矩替你们顶下。可丑话也说在前头，谁若领了这份钱，却偷奸耍滑、遇事缩头，或借着乡勇身份在村里生事，那这钱我能发也能收回去。这乡勇身份我能给也能拿掉，我不要滥竽充数的人。你们既站在这里，便先把话听明白。乡勇不是谁都能做，也不是做上了便能一直做下去。练得不好要退，坏了规矩要退，真到了世上顶不住也要退。今日先到这里，都各自回去吃口东西，1个时辰后还是这里集合，下地。怎么当了乡勇就真当自己是吃闲饭的了？农时不务农，这话方才没听见？往后农时，乡勇一体下地，闲时再一体操练。你们既拿月钱，也免徭役，那村里的活便更不能躲。清河村要养的，不是只会吃粮的闲汉，是能种地、能守村，也能听令的乡勇。都散了，1个时辰后，谁若迟了，明日晨跑加2圈。先立规矩，再压责任，最后才给好处。好处给了，口子却没放开，这样场上这些人才会真把乡勇2字当回事。这下子我走后门。是有个事儿，俺来跟你说一声。这几日村里有几户人家老来磨俺，说先前是他们没想明白，如今看着乡勇这边不务重点，还有月钱，徭役也免了，心里就活了。家里还有几个娃，也挺壮夫的，想再送一个进来。俺知道这话本不该俺来说，可乡里乡亲的，天天抬头低头见。俺这边也不好把话觉得太硬。李正的意思是想再补几个人？俺也不是说非得收多少，若真还能挑，就再看几个，中不中还照你的规矩来。那就再看一回，但只补5个，还是看身子骨，看胆气，看家里负担。若不合适，谁来说都没用。成，有你这句话，俺回头也好让他们闭嘴。这回是补人，不是开口子。以后再有人拿情面来磨，李正也替我把话先说在前头。乡勇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地方。俺明白。
河村那地方也有人想着走科举路。边地村户倒也真敢想，书没钱买，心气却不小。你们方才说，那2人是清河村的？正是，一个是那村里的李正，另一个年轻些，像是读过书的。给钱！你抢劫啊？书要买，纸笔要背，这些不要钱。你们几个既把科举这活儿派给我了，总不能真叫我空着手去考吧？就这，钱不是没有，那不都是钱？那是往后的钱，我现在就要买书，总不能把马牵进书铺，跟书铺掌柜说：“来，给我换2本《论语》吧。”若只是先弄些现钱，山里有药材，卖药来钱慢，我倒能画个家具样子出来，找木匠做了，拉去县里卖。我有个更快的办法，我干脆蒙上脸，去县城替你们抢个大户回来。抢大户就免了，药可以采，家具也可以做，先把现钱弄出来再说。书铺掌柜你好啊，我先去卖药，回头再来买书。好川啊，这科举的花销可不是小数目。小哥回来了，药卖得如何？卖了一点，先来买几本书。先前记下的书目可带着呢？都是你眼下用得着的。读书是常事，急也急不来。先买紧要的，往后再慢慢添置便是。王公子，买齐了没？差得远呢。这读书也太费钱了。1贯钱对清河村不是小数，放到科举这条路上，却连个开头都算不上。小子，垮着个脸干什么？是不是买书的钱不够？你怎么知道？这还用想？药材那东西能卖几个钱？走，跟我来，马爷给你看个好东西。这是躺椅。什么躺椅？这是摇摇椅。躺椅这东西，大宋未必没有，可我这个不一样。哎，你轻点我的小祖宗，这个还不是成品，你别给我弄坏了。什么玩意儿啊？这就是个粗样，还得细细打磨。等做好了，你的科举钱说不定就要着落在他身上。怎么样？像回事。开分。都给我轻着点儿，这可是咱们第1把样货。你们说这是什么？摇摇椅。我自然知道是椅子，可看起来也不过就是一把寻常躺椅罢了。掌柜的，这东西妙不妙？光看看不出来，你得坐上去试试，才知道它和寻常椅子有什么不同。我开铺子这么些年，什么桌椅没见过？你这东西看着便不正经，摆在店里都嫌占地方。3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什么意思啊？还会晃？看着倒新鲜，那后生做得倒自在。前几日那清河村来的年轻人，不是拉药来换书吗？今日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怪椅子，正在前头木器铺门口坐着卖呢。呵呵，倒是个不肯认穷的。这椅子
倒有些意思。焦先生见笑了。此物何名？摇摇椅。是你所制。不敢略人之美，样子是我同伴画的，我不过借来坐一坐，也替他卖一卖。你这卖一卖，卖得颇有章法。总得叫人先见他的妙处。您是？此已预受喜得。八卦。父亲，我见你方才街边读书，颇有几分静气。若不嫌叨扰，便随我去前头茶楼坐一坐，如何？先生既不嫌我粗浅，我自当奉陪。请。方才街边人多，不便细问。敢问小友高姓大名？免贵，姓王，名浩川。可有表字？这副身子年纪尚轻，未及冠而无字本说得过去，可眼前是个讲究人，干巴巴一句没有，总觉少了点什么。未及冠，本无表字，若先生见问，姑且以文翰自号。文翰，倒也贴切。那不知文翰籍贯何处？学生本非中土之人，家乡在极西之地，去此万里之外。彼处部族杂居，风俗殊异，汉人亦在其中。后来因缘际会，与几位同伴一路流落至此，恰逢清河村有难，便出手帮了一把，也因此在那边暂且安了身。清河村，清河村，你说的可是前些时日遭马匪侵扰，后来又斩首28例的那个清河村？那几位驻清河村破匪的人，便是你们？算是吧。我大哥如今在村里任社头，村中诸事都由他主持。原来如此。如此说来，文翰倒不是寻常边村少年了。既说你大哥叫你走科举这条路，那你从前读过些什么书？四书五经读过几遍，不敢言经书，诸子百家也只是略窥门前。史书里，《史记》《汉书》《后汉书》与《经志通鉴》都曾翻看过一些。《左传》呢？也读过，只是读的不如经义多。孟子最重哪一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大学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书人多，能记住几句经义的人也不少，可若只会背书，终究还差着一层。你既说自己有意科举，那我便再问你一句：你读书是为功名，还是为别的？若说全部为功名，那是假话。人活在世，总得先有个立身之阶，没有这一步，许多话便说不出口，许多事也做不成。可若只为一身功名去读书，这书又读窄了。学生以为，功名不过是途径，不该是终处。人读书，到底还是该知道百姓如何活，国家如何治，天下又为何会乱？哦，那你觉得读书人该做到什么地步，才算不负所学？学生不敢说大话，只是从前读书时，曾见过一句，很是心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杭谈先生之言，你既记得这句，可知其中最难处在何处？都难。你这话倒直白。因为确实都难。为天地立心太高，为生民立命太重，为往圣圣继绝学要学问，为万世开太平，更不是一代一人之力所能成。学生不敢妄言自己将来真能做到哪一步，可若读了圣贤书，心里却从未朝这个方向想过，那大概也算白读了。答得不算圆熟，却有几分真心。既有此心，今岁秋回，你可打算下场？秋闱，自然。你既想走科举，这一步总归绕不过去。学生原是想走这条路，只是眼下才刚摸到门口，
许多规矩还未弄明白，输不齐，门路也不熟。至于下场，更不知还需些什么。保洁、剑引，这些总是要的。你若连这些都不知，便算书读的再多，也未必下得了场。还要人建议，学生确实是半路起义，许多事都还在摸索。看来你是真不懂。你若当真有意，保洁剑引之事，我倒可替你留心。先生，先别急着谢。我今日与你谈这些，也不过是见你这人有些意思，想多看一看。至于究竟值不值得见，还得再看看。改日我会去一趟清河村，既看看你，也看看你那位做社头的大哥和你那些同伴。能斩首28级的人，又能在边村练乡勇、卖药材、做木器，还想着送一个人去走科举路，怎么刻牌？我如今倒真有些好奇了。清河村随时恭候先生。王小哥，王小哥留步。方才那位客人出价8贯，买的是个新鲜，也是给你面子。可你这椅子，我瞧是真能卖。你们若还能做，我这边愿意收。往后再做出来，不必你们自己上街吆喝，只管送到我铺里来。5贯一把，我全收。8贯，茶楼那位先生。行了，别抢着说了，我自己来说。还真卖出去了，卖出去了，椅子卖了。知道清河村，知道战功，能让掌柜失态，还能有几个？那8贯是那位先生当场买仪给的，可真正要紧的不是这个。还有后话？有，我从茶楼下来后，木器铺掌柜追着我出来，说那位先生出8贯，买的是个新鲜。可这椅子他也看中了，若咱们还能做，往后送去他铺里，他愿意5贯一把全收。我就说这东西能成，8贯是运气，5贯收获才是财路。椅子继续做，而且不能只做椅子。木匠铺要扩，要有新的家具，手弩要改。往后若真要养乡勇，添器械，改农具、炼钢铁，哪一样不要钱？这钱不能只当文翰的书钱看，要当咱们往后养兵做事的钱看。我明白了，摇摇椅是挣钱的路，手弩是保命的路，两边都得抓。有了进项，乡勇这边往后就不至于总是抠抠搜搜了。若说花钱，医药上也要投。清河村拢共300来口人，眼下一个小医馆已足够用了。你就知道兵？我问你，若乡勇往后真要成队伍，要不要大量金疮药？要不要麻醉药？要不要提炼烧酒来杀毒消疮？若真打起来，止血、镇痛、缝伤、退热，哪一样不是要紧事儿？你只看见刀弓剑弩，看不见人命怎么保。若人伤了，没药救，练再好的乡勇又能顶什么用？就只说军事，若我真能配出一种毒药，抹在箭头上，见血便倒，你要不要？这也太狠了！要啊，怎么不要？手弩若真能配上这种药，那真是如虎添翼。能做出来，能不能成，得试。可你若不给我人，不给我钱，不给我地方，我便什么也做不出来。好，马振邦，木匠铺子扩起来，老木匠月给8贯，让他收徒弟，把摊子支起来。摇摇椅继续做，手弩也不能停，先把样子做顺，再想法子提快。成，这事交给我。陈素，药房归你，金疮药、麻醉药、烧酒提炼，还有你刚才说的毒药，都可以试，但有一点，方子和轻重必须摸准，不许乱来。我明白。从今日起，凡给我们做事的人，都开月钱。木匠铺、药房、乡勇操练，账都要记清。
我亲自带人去秦州卖马。小民周厚德见过县尊。周理正，不必多礼。前日与你们村里那年轻人在县中有过一面之缘，今日正好得闲，便顺道来看看。县尊看来是清河村的福气，只是王浩川他们几个这会儿怕是不在村里。不在村里？回县尊，如今正是农时，村里乡勇虽立起来了，可林昭定了规矩，农时不务农，闲时再操练。王浩川他们几个多半都在地里做活。闲时练兵，农事不废，倒还算有章法。是。这样，你先带我的人进村安顿，不必声张，我自己四处走走，去地里看看。县尊，这……我今日本就是便装出来，不想惊动太多人，你照做便是。小哥，我见你们耕作有序，不知今夏地里收成如何？先生应是外乡人，清河村地薄，又近边地，年景好时也不过勉强饱腹。若赶上天旱虫灾，或边上不太平，收成便更难说了。边地百姓靠天吃饭，本就不易，若再遇兵祸，便更是雪上加霜。伏羲祸之所以，清河村虽处边地，却也是背山而居，陇山挡风挡祸，山中又有木有药有猎，可耕可守。若真能扛过这1、2年，未必没有起色。为何说要扛过这1、2年？因为今年局势会变，宋辽相争，总要见个结果。北边若分出胜负，秦凤路北上的兵力多半要慢慢收回来。到那时，西夏纵还敢窥边，也不敢像如今这般肆无忌惮。清河村眼下最难的，不是往后，而是这一段空档。你倒看得不浅，只是北边局势未必就如你说的这般简单。本也只是我自己瞎琢磨。边地人离朝堂远，能看到的不过是兵往哪边调，粮往哪边运。边寨最近安不安生？既说到北边，你觉得大宋往后若要压住外患，该怎么做？若只说眼前，无非练兵、足粮、修寨、整军。可若说长远，最怕的不是外敌一时强弱，而是自己把另一头狼养起来。连一个更凶的去打眼前这个强敌，看着省力，实则是借刀杀人，也是在替自己养虎。眼前的虎死了，后来的狼只会更贪。今日借他之力，明日便要受他之害。你说的是宋金联盟？先生既明白，又何必让我说透？聊了半天，还未请教先生高兴。我姓狄，单名一个申字。原来是狄大人驾临，失敬了。今日我既是便装而来，便不必拘这些虚礼，只当闲谈就是。你便是林昭？正是。果然和你们村里旁人很不一样。歇得差不多了，该收工回村了。这些便是你们练的乡勇？是，农事下地，闲时操练，地不能荒，人也不能废。这是手弩，这也是你们做出来的？还在改，村里几个人一起琢磨的。他们脸上所系何物？面巾，招致病患时遮住口鼻，多少能挡些晦气，也免得病气过人。刚换过药，
里头那位烧已经退了些，辛苦了。回县尊，这位便是陈素陈姑娘。村里这间医馆，如今多半都是她在看顾。村中人私下里感她的恩，都叫她一声素衣观音。要不是陈姑娘，这阵子村里怕还得多折进去不少人。救人本就是该做的事，称不上什么观音，人手还不够，药也不够，能做的其实有限。清河村这段时日，倒真是变了不少。听周理正说，你们明日还要出村，去一趟秦州，卖马。为何舍近求远？陇城寨便能收马，纵然价格低些，终究稳妥，少了许多风险。卖给寨中，确实稳。可我们眼下缺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既如此，自然只能往价高处去。也是。学生见过狄大人。文翰来了。我倒当你回村后会先忙着说椅子生意，没想到还真抱着书不放。椅子生意是眼前事，书却是后头事。总不能顾了前头，便把后头丢了。倒还记得自己要走哪条路。天色不早了，狄大人既已在村中走了半日，若不嫌简陋，便先在村里用顿便饭再走吧。也好，那便叨扰了。陈姑娘这身医术，师从何处？回县尊，我不过懂些治伤配药的粗浅门道，多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算不着什么大医传承。谦逊且不居功，亦是难得。文翰，前日我与你说过的话，你心里想来已有数了。你若真有意下场，待诸事理顺后，来县里见我。我再与你细说。是。林昭，清河村能在短短10日内有今日这般模样，你居功不小。只是边地不是一村之地，朝廷也不是一处村寨。你既看得远，往后便该更知分寸。大人教诲，林昭记住了。你们明日去秦州卖马，我不拦你，但路上务必小心，莫为了几匹马把人折进去。是。路上多加小心。秦州毕竟是大城，若见着能用的纸墨书册，便带些回来；若价钱太贵，便先紧着正视。你这人送行还惦记书，总归是要买的。你们倒会使唤人。废话，你们不去，难道我非去？别的都还好说，我现在最缺的其实还是人。我走之后，村里的事以你为主。我明白。乡勇操练不能停，木匠铺继续做活，手弩和摇摇椅两边都别落下。若有拿不准的事儿，和文翰、陈叔商量，最后由你拿主意。村中日常还得劳烦里长多照看。应该的，应该的，你们只管放心去。村里有俺，不敢说万无一失，总不至出什么大岔子。这个给你。什么？我娘昨晚烙的饼，还有些肉干，路上吃。报够了没有？差不多。守好村子，等我回来。这回若真到了秦州，俺也去见识见识，看看大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先把命带到秦州再说。这话说的晦气。再说了，有马振邦那小玩意儿在，谁真敢近身，我先给他来一下。谢哥，饼还没吃呢，先乐上了。你懂个屁！照这个走法，今晚真能赶到石家埠。
能。石家埠那帮人真靠得住？谈不上靠得住，只是那边汉番混居，平时也接些过路人借宿，总比野地里扎一夜强些。那明日呢？明日若不耽搁，能到清水县驿站，后日入秦州。3天赶到秦州，回来再带上那些货物和马，咱们这趟算是真出远门了。前提是路上别出事。你这人就不能说句吉利的？所以我才带你们走得这么近。静，真有埋伏，十有八九。先别乱。哥，罗想不是收兵吗？这是出兵。请进。几位兄弟，留点买路钱吧，不用多，2、3贯就行。大来将通明。这不是评书里的大宋，这场面太像了，我没忍住。几位兄弟，俺不为难你们。看各位这身行头，也不像缺2、3贯的人。山上老小妇孺加起来70多口，都快断粮了。俺实在没法子，这才带人下山拦一回路。你们行个方便，留下几贯钱，俺立马带人让开。哥，我确定他们是要饭的。你叫什么？在下李逵。啊，宋江在山上不？谁？没听说过。哼，俺山上没这号人。行，当我没问。这样吧，你不是要买路钱吗？别动刀兵，你跟我这兄弟空手走几招。你若赢了，我给你8贯；你若输了，我也给你3贯。当真？我既开口，自然当真。好。哟，还真有点东西。行了，哥，你评个理，这算谁赢？你还真要争输赢啊？ 5贯。你没赢，但也没白来这一回。不是寻常商队，你们也不是寻常匪，俺原也不是匪，俺这些人原先都跟着天策将军张迪讨生活，后来队伍叫官军打散了，死的死，逃的逃。 俺带着些老兄弟和家里老小一路躲进山里，熬到现在，实在是断了粮，才下山来干这丢人的勾当。山上有多少人？连老带小70多口，能跟着俺下山的也就眼前这点人，剩下的多是妇幼和老弱。真要再断2天粮，怕是就要出人命了。我眼下要赶去秦州，没工夫随你上山。 也不会只凭你几句话便全信了你。这样，你若所言不虚，等我回城，便去你山上看看。到时若真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我自会给你们一条路。俺跟你们走，俺不白跟。你们去秦州，路上若有事儿，俺也能出把力。等你们回城，俺再给你们带路上山。你们若真肯去看，那俺便信你们一回。可以。 但你跟着可以，刀得先收着，路上得听我安排。好，你们这伙人里，谁最稳妥？
带着你们的人先回山，别再下山拦路，也别换地方。等我回城，若你们还在，我便去看。你不会还打算骑这玩意儿跟我们去秦州吧？他其实还能跑。哥，这趟路忽然就越来越有意思了。收队，继续赶路。我说，你为什么不用2把大斧？就那种一手一把，抡起来呼呼带风，多威风！俺又不是木匠，为啥要使斧头？还是2把？那多厉害啊，还显得勇猛。哼，两军打仗谁会使那样的兵器？又短又沉，抡不了几下就得喘。真上了阵，那不是去送死吗？你咋不用呢？我这不是懒得用吗？那你真不认识宋江？俺都说了不认识，听都没听说过。没听过，真没听过。这人是你朋友？你长辈？哼，那你一路问个啥？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这马到底是马还是骡？他要是半路倒了，你背他还是他背你？俺这马倒不了。这你都敢吹？俺这叫吹风瘦。别看他瘦，只要吃饱了，你们这些马没一个跑得过他。就他，你说他能跑过我们的马？你若不信，回头试试。是就是。一会儿给你争口气。你那玩意儿是给人吃的？能填肚子就行。接着，尝尝。给俺，快点，磨磨唧唧的。这肉不错。那是，瞧，我家里带的。女人给你的。你吃你的，废什么话？你先前说你是永兴军路来的，涮州那边，怎么一路跑到这儿了？败了，不跑就得死。俺原先跟着人讨生活，后来队伍散了，活下来的四处跑。可跟俺一块逃出来的那些兄弟，不少都还有家眷。乱军一散，他们若不把老婆孩子带出来，留在原地也得受牵连。官军一查下来，谁说得清是兵是匪？是跟着造反，还是被裹进去的？到头来，都是死路。这世道，看见没？那是我哥，也是我们的头。你既跟了我们，就安心些，别的不敢说，跟着我哥，总不至饿死。俺知道。不用，俺够了。那就算了。哎，对了，刚才路上你吹得那么厉害，现在马也吃了，草也啃了，要不要试试？是。闹什么？哥，我跟他斗一斗马，就前头那段路跑个来回，不耽误事儿。点到为止。得嘞。就到那儿，谁先绕回来算谁赢。走。快点啊！人都没影了。如今如何？你有这好马，还能混到被饿成那样？俺就是死，也不会卖他。他救过俺的命。歇够了就上路。
哥，照这个脚程，今晚能到石家埠吧？能。俺去这一路就惦记着，到地方能不能喝口热汤？谢哥，你除了吃喝还惦记什么？哼，至少今晚不用宿野地。你熟这边路，石家埠你知道吧？知道，那边寨子不小，汉人、番人都有，平日也接过路人借宿。你们今晚宿那儿，倒是挑对地方了。俺就说嘛，我哥挑地方向来不会错。不对劲，有人在往外逃。前头出了什么事儿？快走！你倒是说清楚啊！石家埠出事了。哥，石家埠真出事了。走。别走正路，往右。堵住门洞，多撑一刻，后头的人就多逃一刻。他娘的，是姚家埠，这些贼人竟然出山了，能救？哥，他们主力压得太超前了，侧后空了。从侧后穿过去，先绕，不急着打。都压住声，跟紧我。留2人看马、看驮物，其余人跟我上。哥，俺先射那边几个拿火把的，先打人多的地方，后头一乱，前头自然松。援兵到了！继续压！不是挺凶吗？再来啊！肉将绝地反魂不眼！追出去！俺石家埠巡检拔都罗，今夜若不是诸位从侧后杀进来，石家埠怕是已经没了。俺先替寨里上下谢过诸位。在下是石家埠里正曲义，今夜诸位仗义出手，救我石家埠于大难，
此恩此义永不敢忘。敢问诸位壮士是？我们本是往秦州去，路过此地，恰逢其变，这才出手。这货与石家部毫无干戈，却敢在危急关头横插一刀，原来只是路过相拥。相拥，好个相拥！诸位莫在寨外站着了，里头已让人收拾出来了，热水热食都在备。石家部虽遭了祸，总还有口热汤，诸位若不嫌简陋，务必留下。若真被打破，死伤难以估量，那就叨扰了。石家部上下汉番加起来将近300户，1300多口人，都指着这地方活命。若今晚真叫药家部打破了，怕是10年都缓不过来。这一晚，俺替石家部上下敬诸位救命之恩。这次药家部突然来袭，是真打了俺一个措手不及。石家部寨兵总共300人，平日防些小股袭扰，本是够的。若不是如此，石家部也不至被打成这样。药家部往常不过数十人出来抢一遭，抢了就走，绝不会像今夜这样，一下压出这么多人。这一战，俺死伤将近100人，门洞前那一波几乎全折了。若不是林公子神兵天降，今夜这寨子多半真守不住。药家部今晚究竟出了多少人？少说也有300多。俺一开始还当几家生番联合来攻。从前也有过这样大股出山的时候？从未有过，往常不过几10号人，多些也就100来个，抢一遭便退。若真有大队来攻，俺与那清水堡驻军关系甚好，这边只要放起狼烟，清水堡那边的官军按理说便该来援。既如此，今夜怎么没见清水堡的人？俺也正为这事犯疑，药家部今夜来得这样凶，倒像是早就料定了清水堡不会出兵似的。药家部这些年，一直都是石家部的心腹大患吧？不错，只要他们还在山里，石家部便没有一天安生。那为何不索性剿了他们？若能剿，俺岂会留他们到今日？药家部盘踞山中多年，地势险，路径杂，平日里连官军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俺石家部不过一处边寨，守寨尚可，真要进山去剿，哪里有那个本事？这些生攀为祸也不是1日2日了，若官军真能剿平，哪还轮得到石家部日日提心吊胆？官军不行，不代表我们不行。林公子的意思是，巡检即知药家部是心腹大患，难道就不想趁机把这个祸根拔了？若真能拔掉，俺拼了命也愿。可真能行吗？平时自然不行，可今夜不同。药家部这次一下出了几百号人，便说明他们多半已将精锐尽数带出。如今这一仗刚败，死伤惨重，锐气尽失，逃回去的人先想的只会是保命。更要紧的是，他们绝想不到，石家部刚守住寨子，转头就敢反扑进山。今夜就是机会。哥，你是说，巡检若有胆量，今夜我们便可去拔了他。进山剿药家部，不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石家部今夜也伤得不轻，若再带人出去，正因如此，才更不能拖到明日。今夜你们只是把他们打退，等天一亮，逃回山里的人缓过神来，有了防备，往后只会更难对付。可若趁着他们老巢空虚，军心不定追进去，打的就不只是这一仗，而是往后几年。林公子说得对，药家部若真出了这么多人，山里留不下多少能打的。这种机会不常有，真要连夜反扑。若真如公子所料，那倒确是个机会。到底是不是机会，审一审俘虏便知。把子麻袋！可问清楚了。审出来了，药家部这次出山的确有近300人。
山里留下的多是老弱和少量守卫。这不正对上了？山里果然空了。林公子，若今夜真去，俺该怎么打？那还用说，自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去，得轻装快走，摸进去狠狠干他一下。不错，不能多带人。寨中伤者负弱火情，都得有人顾着。你只挑还能打也能走夜路的精壮，求快不求多。再者，轻装不带辎重，不点火把，找熟山路的人带着，直扑他们聚居之处，不必四处乱搜。人刚败回去，心神未定。只要我们去得够快，便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俺亲自带队，再挑7、80个能战的出来。够了。刚挨完打，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咱们连夜就敢杀进山去。干了！寨里你守，火情伤者父苗全交给你，俺带人进山。好，寨中有我，你只管去。得，热饭又吃不成了。今夜怎么打？听我安排。我的人在前，你们在后。没有命令，谁都不准擅自出手。这年轻人威势已立，今夜只能听他的。好，林兄弟，这一仗俺听你的。巡检，你的人熟山路，我不如你。可今夜这一仗，不是谁人多谁就赢，而是谁先把对方打乱。你得约束住他们。没我的话，谁都不准乱喊，不准乱冲，更不准提前动手。兵贵神速，今夜我们要做的不是杀光他们，而是让他们以为我们能杀光他们。原来如此，借夜色和乱气，一刀捅碎他们的胆儿。俺明白了。出发。我去一个。聚会无声，这到底是一伙什么人？再往前压。李逵，我们分3路，中间这处我亲自去。谢长风，你带4个人埋在外头结缘，谁来救谁就死，我要他们进不去，越救越乱。你带3个人去马厩点火，火一起就守住出马那一口，谁想抢马逃命就砍谁。巡检，你的人留在外头，等这边杀起来或者马厩火起，你再带人往里冲。记住了，一动手就大喊，若有号角便吹号角。今夜不是来杀光他们的，是要让他们先乱，再让他们自己崩。分头去。杀进去！再往前一步试试！守住出口！冷得像冰，是冲我来的。
你找死！你是谁？清河村林昭。偷人死了！挡路的杀！反抗的杀，放下兵器的捆了。先控住马厩和存粮，别乱抢。老弱妇孺先看住，不许滥杀。真死了，死透了。耀罗真已死，降者不杀。一夜之间，不仅捅破了老巢，还斩了头人，这可是翻天了！先别乱，马厩、粮仓、出路各派人守住。寨中再搜一遍，凡持兵器抵抗者，立斩。扔刀伏地的，先捆起来。妇孺老孺都集中看住，不准趁乱滥杀。还有火头，能压的先压，别让他烧过了粮。沉的是药家部这些年掠去的东西实在太多，热的是这些东西如今都落回了石家部手里。林兄弟，这一仗石家部欠你们太多了，寨中所得，俺绝不敢独吞。你们的人该拿多少，只管开口。不错，若无诸位，石家部今夜便完了。这些东西，说什么也该分诸位一份。这仗是替石家部打的，寨中所得尽归石家部。林公子，这如何别的不说，但是今夜这一战，诸位舍命入山。荀姐，李正不必客气。边地讨生活，谁都有难的时候。今夜我们帮石家部，往后清河村若遇上事，说不定也要仰仗荀简搭把手。东西都归你们，寨中人心也得归你们。若今夜杀红了眼，抢乱了手，往后这地方你们也不好接。俺记下了。搜后头的时候，发现少了几人。怎么了？谁？耀真的弟弟，耀古乐。说清楚。俺在后山那边搜到几具尸首，还有一路新踩出来的乱脚印。审了2个俘虏，他们都说昨夜乱起来后，耀古乐带着2、3个亲信从后山小路跑了。俺大意了，昨夜只顾着往里压，竟漏了后山那条小路。耀古乐比耀罗真更阴，也更会藏。若真叫他跑进深山，只怕又是个祸患。跑就跑了。耀家部真正的根基，在人，在马，在粮，在这座寨子。如今这些都没了，他便逃出去，也只是一条漏网之鱼。往后若敢再露头，再杀他不迟。林兄弟，石家部上下，这条命，这份家底，都是你替俺挣回来的。眼下俺不说虚话，等回了寨里，该给清河村的谢礼，俺1分都不会少。不错，今夜这一份情，石家部记住了。左卫大拿，你说清河村那边一个没死？
回礼章，死的没有，伤的也只一个，就是李逵，臂上中了一箭，已包住了，不碍事。就伤了一个？俺问过了，确实如此。10几个人摸进老巢，竟只伤了一个，这不是逞凶，是真本事。这种人不能只谢一顿酒，得把路走长了。看俺说什么？俺昨夜可还没杀过瘾呢。林兄弟，俺原先只当你能打，现在看俺还是看浅了。巡检谬赞了。昨夜那等仗，换别人带10倍的人进去，都未必有这个结果，你们却只伤了一个，俺服了。会杀人不算本事，会杀人还不白白送命才算。林兄弟，俺是个粗人，不会说太多漂亮话。昨夜这一仗，你救了石家部，也救了俺这条命。若只说几句谢，俺自己都觉得轻了。这剑是俺当年在种家军效力时，随种师中将军征战，因立了功，种将军亲手赏下来的。俺这些年一直带在身边，从没离过手。今天俺把它送给你，你若不嫌俺粗鄙，俺想与你认个兄弟。从今往后，清河村的事儿，便也是石家部的事儿。只要俺拔都鲁还站着，这话就算数。巡检既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若再推，倒显得矫情了。这么说，你答应了？认。俺这是平白多了个哥。那得先论年纪。俺先说，在下16。林兄弟今年几岁？20。好，俺26，这声兄弟，俺倒是站得住。俺还以为俺哥比你大呢。礼尚往来，剑我收了，这弩哥哥你拿着。好，这礼俺收下了。既认了兄弟，那后头的话我也不绕了。眼下先把药家部这边的事收拾干净，等回了石家部再说旁的。好。既如此，俺这便叫人回去备酒。今夜这一场大胜，无论如何，也该给诸位解错压惊。这话俺爱听。不错，这酒必须摆，还得摆得热热闹闹。一是庆俺石家部除了大患，二是庆俺认下了林兄弟这个兄弟。酒等回去再喝，这边先收完。今夜这场大胜，是林兄弟替俺挣回来的。若没有他，俺这会儿不是死在寨门前，就是眼睁睁看着药家部踩进寨子里来。这第一碗，俺敬林兄弟，也敬清河村诸位弟兄。这酒淡得跟水似的，咸淡就少喝点。那不成，白来的酒哪有不喝的道理？巡检说的是情分，俺再补一句实在话。昨夜这一仗，救下的不只是石家部上下几百口人的命，还有往后几年的活路。药家部多年积攒下来的粮、马、皮货、兵器，如今都落回了石家部手里。石家部欠林公子的，绝不是一顿酒就能还上的。所以俺有个意思，想趁着今夜众人都在，把话说开。清河村与石家部
今日起便该立个盟约。往后两边若有急难，能援的要援，能帮的要帮，互通声息，守望速助。荀简以为如何？好，俺正有这个意思。林兄弟，你若不嫌俺石家部粗陋，这盟约俺今日便立。既是守望互助的事，俺自然没有不应的道理。不急这一时，等酒过两魂，俺亲自拟。也好，俺们先喝酒。林公子，这手弩当真是好东西。俺白日里拿去给寨中木匠看过，那木匠翻来覆去瞧了半晌，只说这东西看着不大，里头却处处是巧劲儿，有些关节他连怎么起头都摸不清。俺想问一句，这东西卖不卖？卖。什么价？5贯一把如何？林公子仗义，回头若清河村那边做得出来，石家部先要一批。可以。俺看5贯真不贵。那当然不贵，我们这东西可不是谁都能做的。林兄弟，你此去秦州，俺也不能只让你自己摸门路。俺早些年在种家军里时也认得几个人，虽未必是什么大人物，可在秦州地面上，总还有几分脸面。今夜俺便写几封信，明日叫人交给你。你到了秦州，照信去找，自有人替你引路。不错，有熟人引荐，总比自己一头撞进去稳妥。那俺便谢过了。哈哈哈哈哈哈！自家兄弟说什么谢？这酒真跟水差不多。李哥，人家娘子在给你上药，不是上刑。你绷成这样做什么？滚！哥，这……兄弟，你救了石家部，又替俺除了心腹大患。这些是哥哥和曲礼正商量后给你的谢礼，也是石家部的一份心意，兄弟切莫推辞。林公子，这20匹马都是从药家部缴来的，好马里细细挑出来的，脚力筋骨都不差。4个马夫也是寨里最懂养马的老手。俺想着你们一路去秦州，马多人少，总得有人照看，便一并给你配上了。至于这里头是黄金10两，银钱带着陪坠，黄金最便于路上收存。东西不算多，却是石家部上下的一点心意。公子万莫推辞。石家部这份情，俺记下了。记什么情不情的？你替俺把命和寨子都挣回来了，这份情岂能是这点礼物就报得了的？先前俺已拨了3车良盐干肉，昨日一早便出了寨门，眼下怕是已经走出去几10里了。若路上不出岔子，再过些时日便能到清河村。后头若还有余裕，俺再补送一批。李总有信了。该当的。这封信你收好，到了秦州，先去拜访种浩。俺早年在种家军里时受过他照应，如今虽隔了些年，可这点旧情总还在。你拿着俺的信去找他，不敢说能替你把路全铺平，至少不会叫你两眼一抹黑。
到了秦州，你只管把马带去关马场。北地缺马，只要马好，自有人收。俺这边的人情已经递过去了，你不必担心庞大。若关马猫场那边一时不顺，公子便先投驿站，再拿信去寻人。该先见谁，后见谁，俺都替你写在令状纸上了，夹在信里。还有几处能落脚的地方，也一并记了。兄长李尊，这份心意俺领了。自家兄弟。兄长李尊，俺这便走了。一路顺风，往后清河村若有事，只管传话来石家部。林公子，保重。哥，那10两黄金到底值多少贯？怎么也得200多贯。200多贯，乖乖，又是几匹马的价钱？那咱还卖什么马？干脆留着得了。20匹呀，怎么着也能拉出一支骑兵了吧？一个村子就想养骑兵？草料、马夫、甲具，哪样不要钱？你真当把马凑齐了，人骑上去就算成军了？那也不是不能想想嘛。真想养，也得等清河村大到能吞下陇城县再说。哥，像是官面上的人。可是清河村社头林昭当面。正是在下。不知尊驾是？在下清水县县尉赵成义。小民不过乡间社头，怎敢劳县尉亲迎？林社头不必过谦。石家埠一战，如今清水县内外早已传开了。知县大人闻讯之后，知你今日途经此地，特命下官前来相迎。县中驿站已备下住处，知县大人也有意今晚设宴为林社头接风。正巧县中今日也有贵客，听闻林社头之名，颇想见一见。消息来得太快，礼数太重，还有贵客，这场晚宴多半不只是接风这么简单。林社头一路劳顿，不如先随下官入城歇息。旁的话，等进了县城再叙不迟。既是知县大人相邀，那俺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哥，我跟你一道。待会儿少说，多看。我懂。林社头，可算把你盼来了。知县大人折煞小民了，怎敢劳您亲迎？哎，今日没有知县，只有东岛。快请进，贵客以后多食了。这位是姚先生，西周来的贵客。这便是林昭林社头，清河村的能人。早听闻林公子在药家部大展神飞，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公子今年贵庚，祖籍何处？小民年方20，祖籍陇西，流落至此，如今在清河村落户。20，年轻有为啊！林社头这一趟去秦州，可是为了卖马？正是。村里缴获了些马匹，想着去秦州关马场换了现钱，也好给村里添置些连农具。林公子若是要卖马，何须舍近求远去秦州？姚先生这话是？在下愿出比秦州马场高出1成的价钱，收了公子那匹马，不知公子意下如何？林社头可能不知，这位姚先生乃是西周姚谷姚使君府上的总管。姚家乃西周望族，姚使君更是西北重臣。姚管家既然开了口，这价钱自然是公道的。
原来是姚使君府上的管家，小民有眼不识泰山，真是失敬了。林社头不必多礼，坐下说话。姚管家厚爱，小民本该感激涕零。只是，按理说，西州、秦州都是我大宋州县，卖给谁都是一样。小民也想卖给西州，卖个高价。可这匹马是在秦州境内缴获的，又在陇城县狄知县那里登了记。若是私下卖给西州，只怕陇城县那边不好交代。这财路，小民怕是没福气走了。林社头是个守规矩的人，也是，官面上的事儿确实马虎不得。既然林社头有难处，那便罢了。生意不成仁义在，日后若有机会，再与林社头合作。大人看此人如何？此子绝非等闲，面对姚家的招揽，不卑不亢，既不贪婪，也不畏惧。更难得的是，他反应极快，3言2语便把路给堵死了，还不得责人。若能为使君所用，必然对我们有大帮助。此人若留在清河村，只怕是个变数；但若能为我所用，便是西北的一枚好棋。哥，那可是高出1成的价钱啊！咱们怎么就拒了呢？那姚管家可是西州的大人物。种家和姚家向来不和，如果我们把秦州的马卖给西州，那就是表明了站队姚家。我们人在秦州却站队西州，你是嫌我死得慢吗？他们大人物的矛盾，我们小民就不要参与了。还有这层道道？官场上的弯弯绕绕比战场上的枪还多。咱们只要把马卖到秦州官毛场，拿了官凭，这钱才真正是咱们的。那咱们明儿就走。走。秦州才是咱们真正起事的地方。好马，都是好马，这筋骨，这毛色，虽是从生番手里缴来的，但底子极好，稍加调教便是上等战马。一共2100贯。这就是钱？哥，这也没防伪标志啊！这纸张是特制的，只有官府能制，而且那是3色6印套章，别人能做啊？二位社头，那是官印的钱银，秦州地界通用的很，可直接换钱。只要官府还在，这纸就是钱。再说了，2000多贯铜钱要好几车，难道我们雇车拉着走？哼！进秦州！乖乖，这才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啊！咱们清河村要是能有这一半热闹，做梦都能笑醒。客官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要7间上房，还要个好点的马厩，草料要足。好嘞，客官您放心，咱们这儿马厩那是出了名的宽敞。先付5日的，不用找了。给兄弟们弄点热水烫烫脚。
几位客官，实在对不住，今日楼里的包间都满了，您看。无妨，大厅就大厅，找个宽敞地儿。得嘞，2楼靠窗的位置正好空出2张桌子，您几位随我来。怎么，种家军很了不起吗？今日这包间，小爷我要了，你们识相的就赶紧滚！又是那帮人。老张，楼上是何人？还能有谁？定是城里那个惹不起的主。秦家的少爷，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打！哥，这秦州城看着繁华，哼，怎么也有这种欺负人的烂事儿？这世道，拳头硬才是硬道理。只是这地方毕竟是秦州，种家军的地盘，居然还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挑衅，倒是有些意思。算你们识相，下次再跟秦爷抢包间，打断你们的腿！你们先回，我去办点私事。成，那你早点回来，别被哪个勾栏瓦舍迷了眼。这位客官找谁？劳烦通报一声，清河村林昭，奉师石家部拔都鲁之命前来拜访。林兄，兄弟请了，冒昧来访，多有打扰。让林兄见笑了，今日在秦凤楼那般狼狈，没想到林兄当时也在。不知道那伤了种兄的是何人啊？竟然连种家军都不放在眼里。林兄有所不知，那秦胜是秦家大爷的公子，秦家老家主当年曾在军中救过童贯童相爷的命，因此童相爷对秦家多有照拂。秦家大爷又是出了名的护短，这秦胜变成了秦州城里的一霸，没人敢惹。好在秦家二爷性格宽厚，极重义气，在军中威望极高。只可惜，二爷前几日刚去世。秦家看来是个盘根错节的庞然大物。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林兄今日来秦州，所谓何事？拔都鲁大哥在信里说，你救了石家部，又破了药家部，可是大功一件。种兄弟，我也不瞒你，清河村如今百废待兴，我想在秦州置办些东西，药品、铁器，还有，我想找几个手艺好的铁匠，愿意去清河村落户的，只要手艺好，价钱好说。好，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药品我去帮林兄寻最好的，铁器我也让人去打听。至于铁匠，我会让人留意。若有愿意出城的，定给林兄引荐。多谢种兄弟。哈哈哈哈！林兄客气了。拔都鲁大哥的面子，再加上林兄这般英雄人物，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林兄，明日我便让人把东西送到你住的客栈。有劳了。
这枪绝非凡品，这女子绝非凡人。后生，你是外乡来的吧？这小娘子你也敢买？那是秦家的人。秦家怎么了？那是秦二爷妾室生的女儿，二爷前几日刚走，尸骨未寒，大房那边就逼死了他娘，又把他扫地出门。这姑娘性子烈，才在这儿卖身葬母，估计就是要让秦家丢脸面。你没看到吗？没人敢买。听老汉一句劝，快走吧。这秦家如今在秦州一手遮天，你买了它，就是跟秦家结仇，在秦州地界上，你往后可没好果子吃。秦家竟连30贯都没有，那这30贯我出了。公子贵姓？何方人士？某乃林昭，陇镇县清河村人。多谢公子大义。小女子秦红英，此生便是公子的人了，唯公子马首是瞻。姑娘使不得，我只是帮你安葬母亲，没想买你。之前就当是接济，不用你报答。公子如今住在何处？红英安葬母亲后，自会前去伺候。我们来秦州办事，临时住在城南的悦来客栈。你安心安葬令堂便是，不必放在心上。钱我已经给了，你我两清。这姑娘也太执拗了。林社头，你可回来了！刚才店家送了酱牛肉，我们给你留了一盘。哥，这回咱们可是物资充足啊！哎，买这么多硝石和硫磺，老马是不是要在咱们清河村建兵工厂啊？谢兄弟，你看门口那姑娘，
长得真俊，手里那枪看着就威风。林公子，红英已经安葬了母亲，特来公子身边伺候。伺候？哥，你昨晚到底干啥去了？这姑娘看着可不简单，手里那枪不像普通人家的玩意儿。姑娘，我都说了，那钱是接机你的，不是买你。你若有亲友，只管去投奔，不必跟着我。公子，母亲去世后，红英在这世上再无亲人了。既然拿了公子的钱，便是卖了身。若公子不肯收留红英便只能血溅当场，以此残躯谢过公子大恩了。烧！姑娘，我哥他必须收你。谢长风，你胡闹什么？当初你是怎么让我收巧娘的？你对这个姑娘，也相当于有了救命之恩吧？林社头，这姑娘看着可怜。再说，你别看她长得柔弱，那把大枪分量可不轻，不如让她跟我们回清河村，说不定还能帮着练兵呢。是啊，你既然花了这个钱，就要对人家负责。现在人家举目无亲，他在秦州也待不下去了。咱清河村多个人也不多，你还推脱个什么劲儿啊？罢了，你若真想跟着，那就先回清河村吧。但我没买你，你只是清河村的村民，往后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不用伺候我。多谢公子，红绫一定好好干活，绝不拖后腿。哥，看不出来啊，你这出去一趟真是大有收获啊。走，为了庆祝咱们物资采购顺利，也为了欢迎新伙伴，今晚再去秦凤楼搓一顿。掌柜的，滚出来！秦大公子，你光临小店有何贵干啊？你给了秦红崖那小贱人钱？小子，看你穿着打扮是外乡来的吧？连我秦家的事儿也敢管，活得不耐烦了。秦公子，救人于危难乃是我辈当为之事，在下不过是顺手帮衬，何谈管秦家的事？难不成行善助人还要受公子指责？行善，我秦家的人用得着你一个外乡人来行善？你算什么东西？在秦州地界上，行善也轮不到你。来人，把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给我拿下，打断他的腿，让他知道谁才是秦州的主子。哥，这几个歪瓜裂枣，够咱俩热身的吗？秦元昊，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妈呀！
这个小贱人，不知道羞耻！你怎么在这里？跟着这些男子混在一起，果然跟你那贱人妈一个德行！你找死！挡住他！撤！快撤！红英，别追了！穷寇莫追，这里是秦州城内，真追上去伤了他们，恐怕事情也不会善了。咱们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秦姑娘，够霸气啊！这枪法不让须眉啊！不过，今天你要不出来，这帮小子一顿揍是躲不了的。先上楼吧。今晚别出去吃饭了，让店家送些饭菜上来。这姑娘怕是吃了不少苦。吃点东西吧，刚才受了惊，又没吃晚饭。多谢公子。既然你要成为清河村的一员，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经历吧，我也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秦家二爷秦燕的唯一女儿，秦元浩是大伯秦焕的儿子。秦家子嗣虽说，就我们这么2个孩子。虽然大伯和家父都再娶了妾室，但一直再没有孩子。所以秦元浩是长房长孙，而我是二房唯一的血脉。我母亲是二房的妾室，出身不高，但性子温软。上个月，父亲和嫡母突然得了恶病，双双去世。父亲走后，大房便露出了真面目。他们逼我母亲改嫁，说她是妾室，没资格在秦家守寡。当时我不在家中，等回来时，母亲已经被逼得上吊自尽了。大房的人告诉我，母亲是殉情而死，可我知道，她是被逼的。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却只愿意出一口薄皮棺材。如果要风光大丧，我就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我没办法，才在街头卖身葬母。你放心，既然你来了清河村，便是我临招的人。多谢公子，红英定当竭尽全力保护公子和清河村。不必如此，你既是清河村的人，我们便会护你周全。先吃饭吧，明日还要赶路。哥，聊完了。秦红英是秦家老二的女儿，被大房逼得走投无路。秦家这潭水比想象中还要深。秦家，哼，要不要今晚咱俩过去把他们屠了？我们对城里不熟，最好不要找麻烦。先睡觉，明日赶路要紧。再去雇一辆马车来。我不坐马车。为何？我坐不惯，太颠。那你会不会骑马？若只是上马，自然会。
可若让我一个人骑着走远路，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一个女子，真跌坏了，可没人管。那你的意思是与人同城？你想跟我同乘一匹马？他也行。不行不行，我不同意。罢了，你上我的马，我给你牵着，总行了吧？行。这叫单独骑不了马。公子，劳烦牵马。他呢？可有功业？护帖有了，衙门公证呢？平日里哪查的这般细？哼，平日不查不代表今日不查，没有宫宴便不能出城，这是规矩。这事怕不是规矩，而是有人不想让秦红挑离开秦州。你们先在这里等着，看好车马货物，我去一趟总府。哥，小心点儿。林公子，我家主人命老朽来传句话。你家主人是谁？公子是聪明人，何必明知故问？秦宏渊再怎么说也是秦家的人，不是谁想带走便能带走的。他既已跟了我，我若偏要带他走呢？我家主人念公子是外乡人，昨日之事尚可不计较，可年轻人总该有些自知之明，手伸得太长未必是好事，否则只怕公子日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秦家的手伸得够长。多谢种兄。小事，秦家若再敢作妖，只管来寻我。放行。姓林的小子，你是真想与我秦家为敌吗？回去告诉你家主子，秦家做事别太绝，事做绝了，迟早要还。红绫啊，我一直没想明白，秦州这里可是种家军的地盘，怎么你们秦家在秦州竟连种家军都不放在眼里？哼，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秦元昊的爷爷当年是铜相公的老部下，还曾在战场上救过铜相公一命。后来铜相公得势，秦家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说到底，不过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罢了。难怪这般嚣张。昨天来客栈找你的那人，不是叫秦胜吗？怎么我听你喊他秦元昊？
他名字叫秦胜，表字元昊，也不知哪儿来的脸面，竟给自己取了这么个表字。真当名字里沾个元昊，便能有李元昊那样的本事了？好家伙，一个秦州恶霸，竟有枭雄的梦想，佩服！他若真有那本事，倒也算个人物。可惜啊，除了仗着家里的事作威作福，旁的什么也不会。不过，我们还真要注意些，秦家应该不会轻易罢休。论打，他们还真不行。部队，注意敌袭！隐蔽，散开，接战！红英，走！秦州，别回头，往前跑！趴下，都趴下！不对，这根本不是寻常马贼，这等骑术连眨都不眨。妈的，是蒙古人！骑射我们比不了，用枪！给我盯着骑手打！射人！就刚才那短短几轮箭雨，死伤太多了，铁匠一家全完了。如果不是有枪，今天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金红呀！
刚才不是射得挺欢吗？来呀！狗嗲子，老子劈了你们！别让他们跑了！别追了，收拢马匹，清点伤亡。我们是归了阿无麾下的蒙冤骑兵，是秦家花钱雇我们来办道杀人的。秦家，狗东西，真敢下死手！这一队骑兵不过是拿钱办事的雇佣兵，骑射奔袭已叫人头皮发麻。若日后真正成了气候的蒙古铁骑，又该可怕到何等地步？若不是因为我，秦家不会追来，这些人也许根本不会死。别这样，你既进了清河村的门，就是清河村的人。今日死的是我们的人，这笔账自然要算到该算的人头上。你的这些家人还要吗？女眷留下。怎么振作？先救人，整理物资。这一趟祸事，是我林昭对不住你们。死了人的，每家我出50贯；伤着的，医药和后路也都由我清河村担着。只要我林昭还活着，这话就算数。人都死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又来人了！都抄家伙！官军！林公子，这位是清水堡巡检廖仲。我二人得了消息，说此地有大股骑兵厮杀，便立刻带人赶来。没想到是你们。有劳赵县尉、廖巡检了。这些人都是你们打下来的。赵县尉、廖巡检，这伙番旗犯我大宋疆土，袭杀百姓。今日多亏二位闻讯率兵赶到，余贼这才不敢久留，仓皇逃窜。我等不过是侥幸保命，帮着挡了一阵。我们死了几匹战马，也折了不少人手。如今收拢回来的马匹，只求补齐损失便可。至于余下的人头、战马、公甲、俘虏，皆请二位按官面规矩处置。这不是推事，这是把天大的功劳拱手让人。林公子高义，赵某记下了。谈不上高义，只是我这边刚死了人，眼下也没心思计较这些。还愣着做什么？先救人！重伤的立刻扶上马，送回清水县请大夫。再腾出地方，把活着的都安顿好。林公子，诸位先随我们回清水县休整吧。驿站、饮食、伤药，我来安排。今日之事，县里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有劳了。弓箭射穿头骨，几乎不可能。先别声张，回县里再说。你是说，林昭他们在官道上被21骑蒙古雇佣骑兵伏击了？正是，蒙古骑兵不是寻常马贼，骑射极精，进退有度。卑职看了他们的弓、甲和马，绝不是一般流寇。死了多少？地上当场留下10几具尸首，另有1名活口，其余几骑见势不妙，逃了。林昭那边呢？清河村乡勇战死3人，重伤2人，另有数人挂彩。随行的2个铁匠家眷死了3个，还有1个妇人重伤未死。以这点伤亡打成这样，卑职赶到时也不敢信，可尸体、战马、弓甲全在地上摆着，半点做不得假。活口审了没有？审了，那人招了，说他们是孤明阿武养的一支蒙古雇佣骑兵，这次是秦家花钱雇他们半道杀人。秦家，他们好大的胆子！还牵扯到归明阿吴，这就不是寻常私仇了。然后呢？林昭怎么说？林昭说，这伙番旗犯我大宋疆土，今日多亏县里闻讯出兵，余贼才不敢久留。他们只是帮着挡了一阵，人头、弓甲、战马、俘虏都请县里按官面规矩处置。他真这么说？半字不差。他只要补回自己折损的3匹战马，其余功劳全让出来了。能打，还懂进退，这个林昭倒真不简单。这么大的功劳，说让就让，他倒舍得。明虎，他不是舍得，他是看得明白，死了人，伤了人，这时候把功劳送给县里，县里就得接他这份情。你倒看得透。卑职不敢。尸体你们都验过了？验过了。可有异样？有几具尸体死得不对。怎么不对？额头正中一个窟窿，前额进，后脑出，创口不大，却直接穿透了头骨，不是刀伤，也不像剑伤。你确定？卑职看得很清楚，弓箭想射穿头骨几乎不可能，可那几具尸首偏偏就是这么死的。林昭那边
可有人提过这是何物所伤？没有，他像是根本没打算解释。好啊，能打会做人，还藏着手段，我先前倒还是小看他了。姚管家也这么看。上次在县里见他，我便知道此子不俗，只是没想到竟不俗到这个程度。伤者先救，尸首和俘虏严加看管。今夜之事先不要外传，把林昭一行安顿好，不可怠慢。卑职明白。看来我回西周之前，得亲自去一趟清河村了。议程大人，我们要6间林公子啊，请随我来便是。大人费费心了，我们先住下，待会儿我去前头把殿前预究一下。林公子折煞小人了，你们只管安心住下便是，旁的事都不必操心。哥，他们这回可比咱们上次住这儿客气多了。这绝不是普通的客气。林公子可在？老先生，我便是林昭，请林公子引我看伤者。林公子不必费心，诊金药钱都已有人付过了。老朽今日过来，只管救人。有人付过了？正是，你只管照顾伤者，其余的眼下都不必想。诊金药钱提前付清，清水县这是要做下这份人情了。敢问，哪几位是家中有人亡故的客人？停灵入殓，纸扎一应俱全。若是主家拿不定，我铺里也可一并代办，不叫逝者受委屈。你们这是做什么？林公子，我们方才不是人，你给我们下跪，我们还这般待你。可如今连棺木、停灵、出殡都有人替我们想到前头了，这等恩情，我们家里人能有个体面下葬，我们死也记你的情。先起来吧，人既到了清水县，后头的事，自不会叫逝者受委屈。没明说是谁，可若无知县点头，绝不可能如此周全。清水县确实把体面给足了。这边不能久留，等伤员稳一稳，你们就尽快动身回清河村。长风，你和红英带人护着伤员，那几个铁匠回村。你跟我回一趟秦州。好，哥，你这是要……红英，凡是伤了我清河村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你放心，女眷我一个不动。我跟你回去，秦家的路、宅子、护院、库房我都收。你们若要动手，我在，比你们自己摸过去强得多。你不用顾及我，我对他们不会手软。你说怎样，咱们就怎样。我只要一件事：秦家可以倒，秦家的人该杀便杀。可秦家的产业、钱粮、商路，得接下来。清河村死了人，也伤了人，这笔血债不能只拿几条命来还。秦家的财富，得运去清河村，算是赔偿。够狠，哥，要不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让他们在这里歇2天，等缓过来再走。我跟你去秦州，也能多个照应。对，多个人多把手。不要胡说，伤员必须尽快运回清河村。在外头待得越久，变数越多。县一待他们再客气，
也不是咱们自己的地方。伤员养在外头，我不放心。你回去路上看着点，村里如今空了不少人手，你得尽快把局面撑起来。清河村眼下比什么都要紧。我明白了，你的枪和子弹都留给我。你们回去这一趟，按眼下情形，应该不会再有变故。真要有人盯上你们，靠你一个人的枪也未必顶得住，不如都给我带着。行，反正你别死在秦州就行。有这东西在秦州那边，我心里有数。林公子，有客来访。姚先生，有事远迎，恕罪恕罪。林公子客气了。今日官道之事，姚某已听说了。诸位浴血脱险，实在叫人后怕。姚某仓促之间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只能先在医药、丧仪这些事上略尽绵薄之力。若公子另有什么难处，尽可直言，姚某能办的绝不含糊。果然是他安排的。姚先生这份情，林昭记下了。今日若不是先生周全，我这些弟兄和那几家苦主，怕是还要在这异乡之地手忙脚乱。林公子言重了，不过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当不得一个情字。姚先生，外头风凉，屋里说话。林公子，今日官道这一场，我在县衙里已听赵县尉和廖允公说过了。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便是姚某这种在边地见惯了厮杀的人，听完也着实吃了一惊。侥幸保命罢了。若只是保命，哪里能打成这样？21骑蒙古雇佣骑兵折了大半，还生擒活口。林公子若还说这是侥幸，那边地这些年死在骑兵手下的人，只怕都要无话可说了。更难得的是，林公子不但能打，还懂得进退，那样一桩功劳，说让就让了。旁人未必看得明白，姚某却明白，这不是舍不舍得的事，是林公子心里有数，知道什么该拿，什么该放。姚先生过奖了，死了人，伤了人，功劳这种东西，于我眼下并不值钱。好，有本事，有心性，也有担当。姚某也不瞒你了，今晚过来，除了看看你这边，可还有使君问一句：林公子可愿往西州去？我家使君向来看重真本事的人，林公子若愿去，以今日之功，再加上你这一身本事，先做个从8品巡检，并非难事。往后是领兵还是管寨，亦或另有任用，都未可知。总之，断不会埋没了你。姚使君厚爱，林昭心里明白。只是如今，林昭怕是还走不得。哦，我从清河村出来，到今日不过短短10日，村中上下待我有活命之恩，有容身之恩。如今村里刚经历一场血战，死了人，伤了人，外边的祸根也还没除尽。这个时候，林昭若拍拍身子去了西州，做官领俸，自然是条好路。可清河村这份恩情，我便算是负了。原来如此，难怪姚使君这份看重，林昭不敢忘。今日不去，不是轻慢使君，更不是不识抬举，只是心里这道坎，眼下还迈不过去。但请姚先生代我回禀姚使君一句：好个林昭，拿赴汤蹈火做保，这条线算是死死系上了。再往下逼，反倒不美。有林公子这句话，姚某今晚这一趟就不算白来。你的意思，姚某明白了。我家使君那里，姚某自会如实转告。有劳先生。既如此，林公子眼下便先安心处置这边的事吧。若在清水市还有什么难处，尽可开口。旁的且不说，至少在你离开清水市之前，姚某还能替你分担1、2。先生今日这份情，已是极重了。你我之间，来日方长。哥，我们现在不需要一个官绅吗？那可是从8品巡检。是啊，真要去了西州，可就是官绅了。官绅，从8品巡检，正7品知县又如何？听着不大，可放到这西北地面上，又算得了什么？别人给的官，再好，也是别人给的。今天看得起你，给你一个巡检做。明天若看你不顺眼，一句话就能把你撵下来。这样的东西，终究攥不在自己手里。可清河村不一样，那地方现在是小，
再小，那也是咱们自己一点点攒出来的根基。有梁有铁有作坊有敢拼命的人，根只要扎住了，树自然就能往上长。蛇头，你是说？我是说，清河村这棵树只要长下去，它的枝叶早晚能盖住陇虫县，盖住西周，乃至整个西北。为了一个小小的从八品，就把这棵树的根丢了，我傻吗？他看中的从来都不是一管板枝，而是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根基。这男人眼界竟到了这般地步。行了，都别愣着了，今夜各自去准备，明日一早按计划动身。红英，你怎么还不去？我明天要跟你去，我必须去。秦家的人我最熟，宅子、别院、货矿、铺子，哪处有人，哪处空着，谁能用，谁该杀，没人比我更清楚。你若不带我，光靠你和李逵，未必就能把事情做得干净。还有，秦家如今人丁单薄，除了秦元昊，秦家嫡系后辈便只剩我一个。秦家若倒了，旁人只会想着抢，可我若在，便能把他接下来。接下来？对，不是一把火烧了，也不是只图一时的痛快。秦家的铺面、货路、存货、银钱都能接下来，把这些都握在手里，往后便能源源不断往清河村送钱、送粮、送铁。你不是说清河村这棵树要往上长吗？那秦家就是送到眼前的一层肥土，咱们把它吞下来，清河村就能长得更快。好吧，明天你跟我回秦州。真的？我骗你做什么？你还想说什么？没什么，你早点歇着。林公子不一道回去。秦州那边还有一桩伪账要聊，若有什么难处，林公子尽可来寻姚某。多谢姚先生。蛇头，今夜咱们是怎么个动手法？进了城再说。若是夜里动手，我带你们从西侧门进去，那边平日少人走，门后就是偏院，再往里穿2道月门，便能到内宅。先到秦州。秦衡近来多半住在主宅，还是外头别院？近来大多住在主宅。自从前阵子出了事后，他已经很少去外头了。秦元昊呢？也在主宅。他近来一直帮着管家里和铺面上的事，入夜之后多半先在书房，再回自己院里。蛇头县就像一块压在火上的铁，外头瞧着还冷，里面早就烧红了。等天黑之后，我带你们。跟我走。蛇头，咱们来这儿做什么？见人。林兄，你这一趟可算回来了，我还正想着你。出了什么事？种兄，这次来，我想求见种使君，有一桩机密大事相告。家叔不在常州，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过，若林兄信得过我，不妨先告诉我。秦家勾结蒙古雇佣骑兵，半路伏撒于我，此事恐怕已不只是商贾私斗那么简单了。你说什么？此事一句两句说不清，众兄若方便，咱们进去说。进来。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在官道遇袭，险些丧命，抓到了一个活口，活口已经招了，是秦家花钱雇的人。他们疯了不成？疯没疯我不知道，但他们是真想让我死。此事若当真活口作证，清水县那边必会上报州府。会报，可就算报上去，种兄觉得真能靠官面把秦家扳倒？难。
为何难？林兄，秦家是豪商，盘踞秦州多年，银钱、人脉、关系哪样不深？只要他没有明着扯旗造反，单凭一个活口几句实手，就想把他连根拔起，哪有那么容易？更何况秦胜的爷爷现在还在铜像身边。真闹到最后，多半还是推几个下人出来顶罪，再赔些银钱，也就糊弄过去了。谢公子，你若真有那一天，巧娘绝不独活。你是俺的救命恩人，这条命本就是你给的。今生俺认定了你，若你愿意，俺便跟着你；若你看不上俺，俺这一辈子也不嫁旁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没看不上你，我就是怕耽误你。我听明白了，一个怕耽误人，一个铁了心要嫁，这不就是两边都愿意吗？那还有什么好磨蹭的？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这门事儿我替长风定了，明日我们就让人备礼下嫔去。巧娘姑娘，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好，狄深，小贺李深，最近边塞形势不太对，这话本不该由我来说，可你心里最好早做准备。若只是寻常小股贼客，倒还罢了，我如今怕的是边上真要出大乱子。清河村位置太偏，一旦有事，官府未必来得及照应。若局势真不对，就别硬撑，先让村里老人妇孺搬进县城，总比留在外头冒险强。多谢大人提醒，我记下了。晚饭后，议事厅开会，都到。这哪是点蜡烛，分明是在点钱。社头，长风上次说想考科举，这事儿你觉得可行不？不可行。凭什么？我虽然只是高中毕业，可若真静下心来温书，也未必一点机会都没有吧？我又不是想考状元，就是想考个功名，往后见官不贵。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会写毛笔字吗？啊？怎么？你以为进了考场，人家会给你发铅笔还是钢笔？对呀，我还真没想到这一茬。我和林队是练过毛笔字的，可你考科举还非得自己写啊？你这不废话吗？我回头学还不行吗？行了，说正事儿。今天把大家叫来，有大事相商。若要动手，从西侧门经更文头前那里。去敲正门。小姐，我要见家主。小姐稍后，小人这就去禀告。小姐总算肯回来了，一家人闹到这一步，又是何苦？我要见家主。自然自然，只是小姐，府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既回了家，这枪还是先交出来吧。这便对了，小姐请，老爷和少爷都等着呢。哼。路上那些蒙古人是你们派来的？怎么到这会儿你才想明白？我早就说过，你一个女人离了秦家能跑到哪里去？真以为跟了个乡下来的就能翻出天去？不过这小子命倒是真硬，21骑都没弄死他，反倒让他活着回了秦州，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如此，你们先逼死我娘，又逼我远嫁京城给人做妾，如今还要在半路上买凶杀我，你们做事这么恶毒，就不怕报应吗？报应？你娘不过是个妾室，你爹死了，她本就该陪葬，她自己先撑不住，寻了短境，
这也能怪到秦家头上？至于你，婚姻大事自然由家主做主，送你去京里那是抬举你，给官人做妾总好过留在府里舞枪弄棒。你娘能做妾，你为何就做不得？有什么报应不报应的？我的婚事由家主做主，那你倒是把家主叫来，让他亲自跟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坐在这里朝我发号施令？贱人，给脸不要脸！来人，把小姐给我关起来！至于那2个小子，打断腿扔出去！秦公子，腿已经打断了。小姐说了，要见家主。小姐，使不得，使不得啊！那是公子，那是你哥哥一家人啊！我再说一遍，去把家主叫来。秦红绫，你要造反吗？大伯，你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你这是把秦家当朝廷，把自己当官家了。少在这里逞口舌之力，先让他们把袁浩放了。今日之事，我可以不与你计较。他派蒙古人半路杀我，你现在却要我放了他。袁浩做的不对，我自会罚他。可你别忘了，你姓秦，他也姓秦，秦家的事自有秦家来处置，还轮不到外人插手。你就是林昭，倒是有几分胆子。说吧，你想要什么？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货路，我给你货路。放林业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你是聪明人，既敢闯进秦家，想来也不是为了白白送命。只要还能开价，先把袁浩救下，这笔账日后慢慢算。你到现在还当自己是在谈生意？我要你命！爹！都别动，这是秦家的家事，轮不到你们来送命。不想死的，把兵器都给我放下，站在原地。从今天起，这座宅子我说了算。起来，按照我的要求写。去拿笔墨纸张来。你做梦啊！我只说一遍，写，或者我先废你10根手指。我写。写3句。第一，雇蒙古人半路伏袭林昭的是你。第二，今夜是番人所贼不成，入宅报复杀了你爹。第三，此事由你一人所为，你自认其罪。现在我掌家，你可服？大小姐，大公子他……管家，按照你的意思，大公子没了。倒是多谢你提醒。老奴服，老奴服啊！小姐掌家，老奴再不敢有半点二心，求小姐饶命，求小姐饶命！既然服了，就替我办事。周账房2管事、内院管煞婆子，立刻给我叫来，再把库房钥匙、账房钥匙、内院牌符一样不少的交出来。是，老奴这就去，这就去。这种短弩根本不是民间该有的东西，这帮人背后有军方撑腰。都把兵器放下。今晚你们都看到了，秦汉和秦元昊勾结蒙古人，事败之后，番人所筹不成，入宅报复，杀了家主与大公子。是也不是？是。秦痕一剑贯喉，一剑透胸。
秦元昊则是刀割咽喉而死，大夫人经济攻心，暴毙而亡。即秦元昊私雇蒙古人伏杀林昭，事败之后，番人所筹不成，趁夜入宅报复，致使秦家父子身死。秦家上下俱为见证。既已查明，此案便就此结了。秦家众人不得再生是非。仵作验尸，州府结案，连种少爷都出面了。秦家这天是真的塌了。从今日起，秦家内外由我做主，谁安分做事，我照旧给他饭吃；谁若吃里扒外、胡言乱语，自己想想秦婚父子的下场。是。他娘的，这秦家是真有钱啊！这些年，秦家做边地买卖，银钱来得快，自然攒得也快。可家业再大，人没了，终究都是空的。外头的铺面货路生意，暂时还是你们照看。账目每3日送一回，不得瞒我。内院那边交给方姨去管。大夫人既死，里头那些女眷、丫鬟、婆子，总得有人看着。方姨是与母亲交好的妾室，让此人管内院，既稳得住后宅，又避开老管家把守深的太长，倒是个妥当安排。清河村要扩，工坊要开，这些金银必须变成牛、粮、铁、盐，变成清河村的底子。这回可真发了！这么多东西运回去，咱们清河村怕是几年都缓不过这口负气来。东西越多，越不能大意。路上谁都不许掉以轻心。社头放心，这回雇了这么多人，再加上咱们自己人，出不了岔子。对了，社头，昨晚你那个会喷火的家伙，怎么没用啊？什么会喷火的家伙？那叫手枪。既是在手里使的枪，为何不叫短枪，偏叫手枪？照这么说，我若使刀，是不是也能叫手刀？闭嘴，赶路！问问都不行。有了这笔财富，清河村这个根据地才算真正立起来了。哎呦，瞧瞧咱们巧娘，这小脸红扑扑的，谢公子见了还不得喜欢死？那可不，走的时候我可瞧见了，人家谢公子抱着就不撒手呢。巧娘，你倒说说，谢公子的身子板壮实不壮实？你们胡说什么？都少胡咧咧，人马上就到了，也不怕让外边人听了笑话。这老头一路上问东问西，扯得我脑仁疼。总算到家了。奶奶的，老子可算回来了！你小子这一趟跑得倒远，人安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位是姚管家，姚使君府上的人，一路随我们过来的。李正不必如此大礼，我不过是使君府上的下人，担不起，担不起。是，不，担得起，担得起。姚管家一路辛苦，先进村。你们两个也一道来，陪着姚管家歇歇脚。哎，巧娘来！哎呦，你们瞧巧娘这步子，比马也还小。谢公子这一趟回来，心都快急坏了，他还在这一点点挪呢。你倒快些呀，再磨蹭天都黑了。想死我了！这么多人呢，你快松开！好。
行了行了，报也报完了，还不赶紧办正事儿？姚管家还等着呢。这些房子是给外来人住的，你们这是要对外做生意，还是？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你也能看出来，这个不太适合本村人住。这小子嘴里没几句真话。这新房拆旧屋，起客舍，省地方，分明是算准了往后来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村子不简单。这老狐狸，一路上问东问西，我可不能露底。哼，摇摇椅只是个幌子，村里大半工料人手都在赶制手弩。林哥说了，每个拼命的男人手里都得有弩。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练习射箭。连妇孺老人都在操练，这不是操练几个人，这是把整个村子拧成一股绳。林哥的法子是对的，守不住村口，退进院子打；庙门破了，退进屋里打。只要人没死绝，账就不算完。这就是从骨头缝里抠出的活路。来70余人，只取7个，这不是乡下人家的做派。这村子收人钱，竟已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这种近乎冷酷的筛选，犹如一台冰冷的战争机器。这哪里是个村子，倒像是一座刚刚从泥土里冒出头来的小堡寨。这院里的规整劲儿远超预料。一个边地穷村，竟能让县里人不嫌路远赶来求医，太不寻常了。林哥走时不过搭了个架子，陈素竟真把这小院撑成了有模有样的医馆，甚至卖出了安腹丸和金疮散，养活了这满院妇孺。这医馆能自给自足了。有买卖，有客舍，有木匠房，有手弩，有乡勇，有全村习社，有医馆。这分明是有人在替村子立骨架，一步步推着走向能自活、能自守。这绝不是折腾，这是在起誓。果然有东西。真正紧要的，从来是那些客气却不让你多迈一步的地方。这村子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今日看的，哪是一个边地小村，而是一股势，一股扎下根、长出骨头、露出獠牙的势。若再给这地方一些时日，人太齐了，连老弱妇孺和流民都一个不落，根本不是寻常送葬，倒像是一场早定好规矩的仪式。世事无常，风波骤起，同村老小齐聚于此，泣泪射电，到我乡中3位死义壮士之魂。他们不是寻常身死，是为护清河村而死，为护村中老少，护屋舍粮仓而死。此等人名为烈士。自今日起，凡为守清河村而战死者，皆不与寻常丧葬同列。一不人没白死，全村人都会认下计下。国之大事，在容在祀。一个小村落中，竟有了自成一体的气象。这不是办白事，这是在立名、立规矩。有了这规矩，往后会有更多人为了这份荣耀去舍死忘私。这套说辞，这等分寸，绝不是这老李正能想出来的。是林昭。起官！这片地方自今日起，变为清河村烈士墓地。凡日后为护村而死者，皆葬于此。春秋祭扫，村中公祭，子孙后辈不得相忘。
这片山坡如此清净体面，能不能求求李正，把自家死在路上的亲人也安葬在此处？这地方已经不只是靠热血在撑了，他在给圣人立规矩，给死人定位置。什么人拿弩入乡勇葬山坡，这一桩桩小事织成了一张严密的叫人心惊的网。这座清河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死，一个有了自己生死规矩和埋骨之地的地方，它已经在长成一股势力。文翰，近来工科与应考准备的如何？还不错，随我走走。手弩，这等好东西，若能抢到手里，这村子藏的东西比传言里还扎手。这种弩，你们村里有多少？差不多家家都有一把。不光有，俺村里如今还天天练呢。真要再有贼人来，俺可不怕了。家家有弩，男女皆练，这是一整个村子都被武装起来了。民间私制弩机本就犯禁，你们清河村竟敢私造如此多的弩，还敢公然操练，当真是好大的胆子！先把草场上的弩机都收起来，再去村里清点，所有弩一律登记封存，待本官查验之后再做处置。凭什么？这是俺保命的东西！村子遭兵祸的时候，你们官兵在哪儿呢？人都死了，俺自己做点防身的家伙也不成了！这帮泥腿子竟敢诈过为官！巡检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村子遇袭的时候，不见你带兵除保一步，俺拼死把人和村子保下来了，你现在倒来收俺的弩了！你们官军护不住俺们，难道还不许俺们自己护自己？这村子除了规矩与秩序，竟还有股极硬的脾气。放肆！敢这样跟本官说话，你是活腻了！来人，给我拿下！这不是寻常泥腿子，这地方真敢翻脸！怎么，你们这是要造反吗？住手！都退一退，都退一退！到底怎么回事？这清河村私制弩机，家家藏弩，还公然操练。下官不过是按律查问，命他们先把弩交出来登记封存。这帮刁民便敢聚众顶撞，甚至围观抗命。他说的倒好听，俺被人打进村来的时候，官军缩在堡寨里不见人影，俺死了人，拼了命才把村子保下来。如今自己做了点防身的东西，他张口就要收，俺不应，造成围观抗命了。官军护不住俺，俺自己护自己也不行。巡检大人这官威，倒真是冲着百姓使的税收。拿来。机格顺滑，轻巧趁手，这绝非粗陋之物，而是守村利器。大人，如今边关吃紧，堡寨空虚，若能把这批弩收上来，无论是守鹿城县，还是守周边堡寨，都是大用。你们村里这种弩还有多少？大人，我们自己都不够，没法供应官军。既然你们已经做好了自保的准备，那也算替官军分担了一层压力。大人，按大宋律法，民间私制弩机本就是重罪。那按大宋律法，村庄燃起狼烟，官兵却不来救，算不算违法？算了，别在这里丢人了。本官保证还有军务。
既是为自保而至，官府今日便不追究了。但往后若再生事端，须先知会县里。看这样子，他怕是不会善罢甘休。那我办到局了他。别急，等队长回来。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何会对这小小的清河村如此上心？也许是因为这村子和别处不一样，也许是因为林昭、王浩川、谢长风这些异乡人身上，总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更放，更直，也更自信。那种自信不是少年得志的轻狂，而像是发自骨子里的笃定，仿佛无论世道如何翻覆，他们都比旁人看得更远，也看得更透。早知姚先生是姚府中人，本县方才倒是慢待了。大人言重了，小人虽在姚府办事，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介下人，当不得大人这一句先生。只是本县倒有些好奇，姚先生为何会大驾光临清河村？前些日子，小人在清水县拜访故人，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林公子，后来一路同行，才知道林公子等人竟做下了不少大事，灭药加布，击溃蒙古人。药布，蒙古人，还有这等事！如此，这般。关于入籍之事，还需要大人帮忙。这事儿不难，既然清河村愿意接收，官府自然乐观其成。流民散在外头，才最容易生事。若能入籍安顿下来，多谢大人，反倒省了县里许多麻烦。前次给你的书看得如何了？回大人，书学都已通读了，尤其是大人批注的那些笔记，着实让学生茅塞顿开。那眼下还有什么难处？书例上倒还可慢慢啃，只是学生如今最大的难处是不知道考试时究竟该如何作答。若是能看看往年的卷子便好了。差点把3年科考5年模拟秃噜出来。你方才说什么？学生是说，若能得见试卷样式，心里便更有底了。这倒不难，回头本县给你找几份旧卷。多谢大人。秋闱的时候，我能不能也去考？你要考科举？怎么了？我不能吗？我也不用考多高，考个贡士就行。不是说考上贡士就能见官不贵吗？谢公子，大宋这科举可不是谁都能考的。四书五经须得通多，诗词歌赋也不能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些都是高中课本里的吧？初中的也有。与谢公子相处这些时日，我一直以为公子只是马上悍将，没想到竟也是这般大才。丢人！凭啥我不能下场考个科举？长风竟也胸藏锦绣，
倒叫本县意外了。只是你方才所念那些诗词，句句都好，怎么偏偏只是一句一句的？不知本县可有幸一览全貌？大人见笑了。长风这人记性杂，平日听过几句，便爱拿来乱背。他口中的这些，多是我们家乡前辈留下的残章断句。真让他背全，反倒未必背得出来。残章断句就残章断句吧，反正我本来也背不全。不过长风若真想下场，也不是全无办法。他底子虽杂了些，至少不算全然不通。若大人肯提点一二，我回头也愿替他补补书。原来如此，怪不得句句不俗。这清河村的几个异乡人，恐怕当真个个都非等闲之辈。一个谢长风尚且如此，那林昭、王浩川、马振邦、陈素几人，又该藏了多少东西？当家的，咱姑娘这门婚事不能再拖了。长风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咱们若再慢一步，回头真叫别人抢了去，可哭都来不及。俺心里也急，可咱是姑娘家，总不好太上赶着。再说了，你们也不是看不出来，清河村那几位虽说各有各的本事，可真要论事儿，还是都听林公子的。眼下林公子还没回来，俺这边贸然开口，总归差了点意思。那咋办？俺回头去求求李正和三槐，让他们帮俺侧面探探口风。若能让长风自己来提亲，那才叫稳妥，也叫体面。死丫头，这会儿倒知道害臊了。回来了，社头回来了！林社头他们已过了10家埠，正往村里赶。俺远远瞧见了，车队老长，看着的有20几辆大车，装的全是各色物资。你忙个啥？过了10家埠，离村里还有50多里呢。大人，其实那林昭回来了，若想见他，回头招来县里便是。大人是县尊，总不好在这里等一个白身子民。真把人招去县里，未必讨喜。既然来了，那就见完了再走。既如此，大人不如先回村稍坐，俺也好重新备茶。离村只有20里了。这清河村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在这些人心里，我这个堂堂县令分量只怕当真远不如林昭。三槐、李尔，社头回来了，快去各家招呼，都到村口去接人。石家埠，娘娘嚷！夫人，秦红英拜见。狗死母子意思！红英她不是。俺懂，夫人是不愿张扬。你懂个鬼！你倒是说话呀！红英，他是我的战友。战友？就是一起打仗，一起拼命，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哦，你不会喜欢他吧？
我没有。放心吧，他这种一点情趣没有，一天到晚冷冰冰的，谁稀罕啊？对对对，红玲啊，你放心，陈素这种性子跟个男人似的，队长才不会拿她当老婆。谢长风，你过来，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我就不过来，你能把我怎么地？为什么他们会死心塌地跟着林昭？为什么清河村会这么快被他们拧成一股绳？因为这一群人身上，天然就有一种叫人忍不住想靠近的东西。来来来，俺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位说出来那可是大名如雷贯耳，李逵。放心，没有宋江，也不使大斧。我们本来也没觉得会有宋江。看两本小人书，真把你弄带坏了。虽听不太懂他们话里的关节，但也看得出来是在拿谢长风打趣。县尊大人亲临，林昭荣幸之至。林公子辛苦了。听说你这次往返秦州，短短半月之间，已是历尽波折，声名大振，狄某佩服。大人过誉了。林昭此行虽有几分凶险，却也多赖贵人扶持，才得以平安回来。尤其姚先生，当日林昭困顿之时，曾仗义援手，这份情分，林昭一直记在心里。林公子客气了，不过举手之劳，当不得这样重的话。劳烦诸位乡亲来迎，林昭心里记下了。周叔，后头还带了2大车鸡鸭鹅回来，回头劳烦您给各家各户分一分。又分东西？俺的老天爷，刚分完种子，这回要分鸡鸭鹅了！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当社头的。前头分种子，就已让人记了老大的人情，如今人刚回来，竟又是2大车鸡鸭鹅要往各家分，简直都快把林昭当成村里的财神爷了。是巧娘她爹娘，听说你回来了，特意来找俺，想把巧娘和长风的事儿定下来。俺想着这事儿若你点头，便差不多成了。只要他们2人自己愿意，我自然没意见。俺说个大喜事儿，方才巧娘她爹娘来找俺，想谈谈巧娘和长风的婚事。如今林社头也点了口，俺看不如就趁着今天这个喜气，把这事儿先定下来。若县尊大人肯赏脸，做个主婚之人，那就更体面不过了。周叔，这事终究还得看长风自己的意思啊。俺还当他什么都听你的，你点头便成了。做事我听他的，成亲这事我也听他的。他又不是我弟，那你这是不同意？我也不是不同意，我是个扛刀上阵的，今日活着，明日未必。真要哪天死在外头了，不是平白耽误了人家巧娘。谢公子，你若真有那一天，巧娘绝不独活。你是俺的救命恩人，这条命本就是你给的。今生俺认定了你，若你愿意，俺便跟着你；若你看不上俺，俺这一辈子也不嫁旁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没看不上你，我就是怕耽误你。我听明白了，一个怕耽误人，一个铁了心要嫁，这不就是2边都愿意吗？那还有什么好磨蹭的？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这门事儿我替长风定了，明日我们就让人备礼下嫔去。巧娘姑娘，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好，狄神，贺李神。最近边塞形势不太对，这话本不该由我来说，可你心里最好早做准备。若只是寻常小股贼客，倒还罢了。我如今怕的是边上真要出大乱子。清河村位置太偏，一旦有事，官府未必来得及照应。若局势真不对，就别硬撑，先让村里老人妇孺搬进县城，总比留在外头冒险强。多谢大人提醒，我记下了。晚饭后，议事厅开会，都到。这哪是点蜡烛，
分明是在点钱。社头，长风上次说想考科举，这事儿你觉得可行不？不可行。凭什么？我虽然只是高中毕业，可若真静下心来温书，也未必一点机会都没有吧？我又不是想考状元，就是想考个功名，往后见官不贵。我只问你一件事，你会写毛笔字吗？啊？怎么？你以为进了考场，人家会给你发铅笔还是钢笔？对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一茬。我和林队是练过毛笔字的，可你考科举还非得自己写啊？你这不废话吗？我回头学还不行吗？行了，说正事儿。今天把大家叫来，有大事相商。别人或许还只觉得是边地风声渐隐，可我心里却比旁人更清楚几分。最近秦凤路经略使种师中、西河路经略使姚谷已分别取了德顺军与通远军的兵权调度，其根子只有一个，边上开始不安稳了。探子回来的消息很明白，西夏那边已在边境一线大规模调兵。眼下宋辽大战正酣，朝廷的目光与兵力都被北边牵住，秦凤、兴和两的部分军兵也被抽调去了辽地战场。Rex 的空当，西夏若说一点心思都没有，谁也不会信。一旦战事当真起来，边地上每一个堡寨，每一处能屯粮转运的地方，都会变得重要起来。清河村虽然小，恐怕会在接下来的边地风云里占上一笔不轻的分量。不仅因为它地处前沿，更因为这里有林昭，有王浩川，有谢长风这些人。真正要起风的，恐怕还不是这天。振邦，现在手弩还在造吗？不做了。手弩这东西，近战防身还行，放在村里各家各户手里也算够用。可真要上大战场，那玩意儿也就只能算个玩具。俺现在做的是这个。这东西能连发？散发，拉一次弦，扣一次击，出一箭，3箭打完再重新上弦。一次3箭？对，射程300步，200步内有效杀伤，150步可透皮甲，80步可透铁甲。你这次是真弄出东西来了。整来整去，不还是弓箭吗？俺萧树、木炭、刘航都给弄回来了。炸药呢？赶紧做炸药啊！那玩意儿才是王道。你给我闭嘴！错的离谱，还炸药，张嘴就来！你怎么不先让陈素把青霉素给做出来？切！我看过你们这次买回来的硝石，纯度太低，最多也就5成上下。真想做出能用的上等黑魔药，至少还得反复再交换2、3次。现在这1公斤硝石提纯到最后能剩下100克就不错了。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做不出来，做不出成规模、成威力的。但若只是做些小玩意儿，倒不是不行，比如烟花，比如信号弹，这种凑合能搞。谁要那玩意儿？俺要的是火炮，是枪。那炮呢？如果材料、工艺、铸造条件都尽可能往上靠，我理论上能做出来的最先进火炮是弗朗机炮，
但问题也就在这儿，这东西最要命的是炮筒，真想稳定，只能用铜铸。可你想想，现在大宋想弄来大量铜，容易吗？那用铁做炮管呗。你想自杀吗？铁炮炸膛是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那不是打敌人，是先把自己整队炮手炸上天。长风，别难为朕帮了。要知道，弗朗机炮本就是400年后的东西，马公现在能把路看到这一步，已经很夸张了。那你让马公向天再借500年啊？马公，这东西现在一天能造几张？一天几张？你想的也太美了。这玩意儿比手弩麻烦得多，机咣、滑轮、弓臂、箭槽，哪一样都不能错。若是稳稳当当做，一天能出1张就算有保障。若中间没人打岔，材料也都齐全，2天出3张差不多。朕要少睡点，硬赶工，1天2张也不是不行。什么叫没人打岔？手弩、巡检、木恩都说为治了。这个东西要真铺开，比手弩更凶、更狠，也更像军器。朕让人盯上了，木恩那边必然要抢。朕闹起来，恐怕连敌神都未必保得住你。不管是谁，只要拦着我们拿新武器，我就不会留他。长风，穆恩要是还敢来找事儿，回去路上做掉他。好嘞！火药先往后放，摇椅那边的火也先停了。从现在开始，先全力造这整张弩，已经做好的，立刻拨给乡勇练起来。这东西就叫清河弩吧。这么急？急。我们现在的底牌，不只是在耗，是在一点点见底。这次我去秦州路上打蒙古人，手枪子弹用了19发，到现在剩下的手枪子弹已经不到100发了。微冲那边也只剩83发。我们依仗着的那些东西，迟早会打空。到了那一天，能靠的还是自己能造出来的兵器。长风，明天你带人沿原路去把我们的军车弄回来。我估摸着至少得50个人，车重2吨，路又不好走，光靠几个人不行。你还记得地方吗？记得。我跟着去吧，这几天造弩不用我一直盯着。我跟着去一趟，带上撬棍和原木。真要是车陷住了、卡住了，也知道怎么弄。按我看，20个人其实就差不多。你去可以，人还是带50个。我不是怕拉不回来，是怕半路出事。再说车要是真难弄，人多些也能换着些，不至于拖垮。三槐，明天你跟我在村里继续扩张乡勇。是。凡是16以上、40以下，身体结实、手脚利索的，都先筛一遍。能进的尽量进。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能用的人。我明白。李逵，你把你们山上下来那70多口人里，凡是还有一战之力的，都先拢起来。我不管他们以前是做什么的，从明天起，我只看他们能不能打，敢不敢打。好，这事俺来办。郝川，探马继续往外撒，别的方向先放一放，先盯西夏那边的动静。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知道风从哪边吹过来。明白。周叔，我给你1000贯，明天你进县城盘一个铁匠铺下来，再买2座3进的大院，2座2进的中院，外加10间1进的小院子。院子买下以后，先别急着住人，先囤粮、囤柴、囤盐。一旦真有战事，我们村里的老人、妇人、孩子得第一时间往县里转。周叔，在呢，俺记下了，明天俺就去。那就按今晚定下的来，明日一早各自动手。林昭兄弟，我与你虽只认识数日，却是一见如故。兄弟，你这般人物，见识、手段、心气，样样都不是池中之物。说句不怕你笑的话，哥哥今日能与你结交，已算是高攀了。姚兄这话便折煞小弟了。若无姚兄先前几番照拂，小弟未必能有今日。姚兄对我的好处，小弟始终记在心里。往后但凡姚兄有所差遣，小弟必不推辞。
错。这一把年纪，什么时候被人这样细心安排过？老丈好眼力，这辆车在俺这儿可是数得着的好货。往后不管走亲访友，还是进城办事儿，都体面得很。就它了。老丈今日来是想租屋还是买宅？俺来买几幢房子，再盘个铺子。你先带俺看看三进院。好说好说，老丈这边请。150贯，还成。那边那座也是卖的，卖自然也是卖的。老丈若想看，按这不用看了，这2座俺都要了。周立正，听说你今日在城中一口气买了不少房产铺面。回县尊大人，正是。清河村虽说近来日子好过了些，可你这样大手笔置办产业，总该有个缘由吧？回大人，这些都是林昭公子吩咐的。林公子说，边上若真起了战事，俺村里的老人、妇人、孩子不能到时候临时抓瞎，得先在县里备好落脚地方。故而俺今日才先来把房舍和铺子置办下，好为往后做准备。林昭此子果然是个可造之才，既是为安置百姓，倒也算有备无患。你们做事还算稳妥，只是县中毕竟是官地，往后若再有大宗置办囤粮之事，记得先报一声，免得惹人猜疑。是，老汉记下了。这一趟回去可得赶紧告诉林昭公子，县里的退路俺已经替清河村抢下来了。回相公，西夏那边领兵的是归明阿武，他说近来德顺军治下边民屡屡越界开垦，侵占下人墓地，还惊扰了他们边地坟场，因此才不得不调兵前来，只为保境移民，并无与大宋全面开战之意。越界开垦，岸边上的百姓如今连自家地都快种不过来，谁有胆子跑去下人眼皮底下翻土？惊扰坟场，他们打草谷都打到宋境里来了，倒反咬俺们一口。借口有了，兵也到了，却不狠狠干，也不肯就此退去，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几日各保回来的军报，可还有别的异动？回相公，夏启每日都在前线游走，时而逼近寨外，时而隔着河滩放箭挑衅。咱们的人也出过几次保，跟他们狠狠干了几阵，可都只是小打。对面一见咱们动得多了，便立刻后撤，绝不恋战。俺们也派探马往西边深处探过，暂时未见大股迂回之兵，也没见他们要断咱们粮道的意思。若是要狠狠干，便该重压前线；若是要断后路，也该见侧翼绕插之兵。可现在这两样都没有，对面像是在使力，却又像根本没使真力。那感觉就像一只手按在你肩上，明明不曾发狠，偏偏一直不肯松开。我去前面看看。营员扎得太浅了，炸裂虽密，可层次腹不深。巨马虽摆烂，却更像是防一时冲突，而不是准备死守。后营辎重也压得不重，这不像是要狠狠干一场，倒像是专门摆给我看的。西夏人根本不是要在这里同我德顺军狠狠干，他们是要把我君主册立牢牢钉死在这里。只要我还坐镇前线不敢轻动，对方便能趁着边境空隙，派轻骑沿着边地小道往里钻，抢粮、抢马、抢财货、抢人。他们是要趁着我大军被牵住，在清风渡边地狠狠干一笔。传令清水陇城成军3县快马示警，着3县即刻闭合仓廪，清点库粮，整肃乡勇。凡靠近边界的村寨镇堡，俱令加强戒备，不得大意。再传各保探马，西夏若有轻骑越线，不必指盯前沿，务必探其去向。我要知道他们往哪条路钻。
冲哪个县去？大帅是说，下人这回是冲着州县腹地去的。他们若真想狠狠干，前面这营早就该扎实了。如今摆出这副架势，无非是拖住我们，真正下手的未必就在我们眼前。是。相公，秦州那边转来的。姚谷这个人用人眼光极毒，若连他好都开始留这个林昭，那我便绝不能只将这清水县冒出来的年轻人当出一个寻常社头来看了。陇城县本就在我军东南一线，若西夏当真派轻骑深入腹地，那样的地方将来未必派不上用场。真正的麻烦恐怕很快就不在我这大营外了。马上回村，边上怕是真要乱了。你们清河村离得不算远，得尽快把村中老幼妇孺往县里迁。可眼下正是收获季呀，人都进了城，地里的粮食怎么办？那就抢收，收下来的粮不必再往村里运，直接送进县城。你们不是已经买下不少房舍院子了吗？正好派上用场。清河、丽儿，你们还好吧？周伯，俺们好着呢，这东西好玩死了！啥？你们快死了！周叔，不是快死了，是好玩死了。我的老天爷，这东西当真不用牛了？瞧见没？他肚子里真能做人！这怕不是铁精成怪了吧？俺瞅着比县里最大的车都气派。我的老天爷，俺还当你们都叫这怪物给吞了。吞啥呀？这可是俺跟马公费了老大劲儿才从山里弄回来的宝贝。周叔，咋样？威风不？这东西能吃土？周叔，县城那边出事了。俺险些把正事儿给忘了。俺回来的时候，狄知县说得很明白，这回怕不是吓唬人，村里得赶紧动起来，不然真等西夏人到了边上，再想走就晚了。都别围着了，去祠堂。情况周叔已经带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村里分几波做事。第一波，周叔领着把老弱先送去县城。已经收上来的粮食也随着这一波人先运进县城。我们在城里买下来的那些房子、院子，正好用上。第二波继续抢收，富人里愿意现在就随车转进县城的，现在就走。想再留2天，把自家地里粮食先收完的，也可以留下。但留下来的人，身边必须带手弩，不能单独落在地里。第三波，巡哨和探马全加起来。郝川，你的人再加1倍。白天探，夜里也探，轮班出去。不要等西夏人到了村口才知道他们来了，得提前知道他们从哪边来，来了多少人，先铺哪条路。明白。阿公，现在村里一共有多少把清河弩？能立刻拿出来用的，一共20把。城里铁匠铺已经开工了，箭头、箭杆、尾羽都在赶，我还留了人盯着。好，再派人去城里守着，弩箭做出1批，就立刻运回来1批，不要攒着。从现在开始，全村下地抢收，能动的都下去，不分男女。收上来的粮食不许再往各家院里堆，直接装车往县城运。我准备把粮食收的差不多后，连乡勇一起往县城里撤。清河村可以不要，粮和人不能丢。哥，咱们不在这狠狠干他一场吗？那得看来的有多少人。若只是100来起，我们未必不能狠狠干一把。可要是对方超过500人，我们不是对手。不能硬拼。现在最要紧的，不是争这一口气，而是把粮、人、家底先保下来。我也去巡山，我骑得快，不会拖后腿。俺也去。
这个拿着。俺的娘！俺瞅见那边树杈子了，跟贴到眼前似的。能看很远，白天轮着用，看到不对劲，立刻回来报。别靠太近，也别逞强。我要的是消息，不是你们跟人提前动手。有人回来了！林昭，西夏人来了！多少？很多，弄不好有18人。我用那东西看过了，人不少，离这儿最多10多里。前头是骑兵，后头还跟着步兵。我怕他们骑兵先到，就先赶回来了。停手！老人、妇人，立刻装车先走。三怀，你带人马上送第一波出村，直接进县城，不许回头。王浩川，把外头探马都收回来，沿路撒哨。俺要知道他们先扑哪一边。马振邦，把弩和箭全抬出来。谢长风、季和湘勇，所有能拿得动弩和箭的人，立刻到打鼓场。社头，去龙涌县的路，咱们去县城的路被断了。说清楚。咱们的运粮车刚走到半路，路边忽然就杀出来一股西夏骑兵，大约100人左右，冲得极快，上来便砍人抢车。我们这边死了几个弟兄，车也全叫他们抢了。那他们追来了？没有，我们掉头往回跑以后，他们竟没追我们，只抢了车，杀了人，就停在那边了。他们不是没追，是不急着追。他们断了咱们撤进县城的路。周礼正他们如今还在县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了。幸好最后一批实在走不动的金少先送进了县里，剩下的原本还想趁西夏骑兵来前送走，现在路断了。长风、马公、浩川，咱们现在一共有多少里匹马？村里原有20匹战马，再加上李逵和秦红丝骑的2匹，一共22匹。你们3个带上李逵、秦红英，再从最早那批江勇里挑15个会骑马的，护着妇人们先出村口，转进陇山，把人藏好以后，不要停，立刻从山里绕路，插到西夏人后头去。啊！我会留在村里，盯住他们。等我这边发信号弹，你们从后方给我狠狠干进去。长风，你带狙击枪，开打之前看准他们领头的，先给我崩了。明白。陈素，你带着妇人进山，往深处走。他们手里发几把手弩，你自己带枪。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先把人给我护住了。马公、浩川，手枪、弹夹、微冲，还有4颗手雷，都给我留下。你一个人不行，我留下。我身边留把枪，再给我1颗手雷。我也留下。骑兵有长风、李逵、红英他们，够了。微冲还是放我这里，一直都是我在用。你不用劝我们。要么你跟我们一起起进山，要么我俩跟你一块留下。要是我们全进山，把空村子留给西夏人，他们一定会直接追进山。只要村里还有人盯在这儿，他们就不会第一时间往山里追。行，那你们俩留下。长风，带人出发。听好了，我是跟你们一起来的，要么一起回去，要么一起死。你们要是死在这儿，我谢长风也一定死在跟西贼拼命的阵前。所以你们最好把命给我保住了。没看到信号弹，不许出击，这是命令。青火，呆子人，跟我走。是。乔娘呢？今早就跟着李正进县城了，还有他娘。关门，放狼烟！所有乡勇，所有还能动手的男人，上墙、上栅栏、上村口，准备迎敌！村外
外有人！开寨门！快开寨门！我不是让你带着他们进山吗？你回来干什么？你不听我的命令了！路，今后比我熟，他们手里有手弩，不差我这一把枪。更需要我的是责令。你的命令不合理，你们是我的战友，不能丢下我。陈素，在，归队。是，陈素归队。都听好了，守寨门的不许扎堆。西贼真要破门，一个投石过来，咱们就得死一片。20把清河弩分2排，全给我放在寨门这一线，分开站，拉出梯次。第1排打完，退后装箭；第2排顶上，去轮着放。西贼不进门，谁也不许先乱射。寨门一破，立即退到村中布置好的沙袋后，继续射击。郝川，你不守寨门，带微冲上村里高处去，找一个能压住寨门和主道的位置，把枪架好了。等西贼破门挤进来，你再开火，重点关注他们的铁袜子兵。明白？跟我上高处，搬沙袋，抬木板。马工、陈素，你们2个带枪去车里，把车布置成最后一道防线，就以那辆军车为堡垒，先别漏火。等西贼破门，听我的命令出击。明白。明白。许三回，你带李尔再领80名乡勇，分到寨墙2侧和主浪2边去，别扎堆。弓箭手弩都备好，寨门一破，你们就从2侧狠狠干。明白。所有没走掉的村民，全回自己家，关门闭窗，上屋顶贴墙埋伏。石头、热水、柴刀全给我备上。这一仗不是只守寨门，真让他们冲进来，我们就在村里跟他们打巷战。清河村那边出事了，县尊，俺回不去了。城外已有西夏骑兵游弋，去清河村的路也断了，俺心里发慌，村里怕是要出事。来人，传巡检穆恩。卑职穆恩见过知县。清河村那边情形不对，城外又已有西夏骑兵游弋，本官命你即刻点1队兵马出城探路。若清河村那边真有敌迹，便设法接应。回知县，卑职不敢奉命。为何不敢？总境密早有军令，各县守城兵马不得擅动。此事知县也是知道的。眼下边情未明，城外既已有西夏骑兵游弋，便更要防着贼人诱我出城。卑职若擅自调兵，一旦有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责。如今县城安危，系于当下。若因一村之事轻动守兵，万一贼人转头扑城，城若破了，这一城百姓的性命又由谁来负责？清河村也是本县百姓，如今道路被断，敌骑游弋，分明已是边境临门。便是部大队出城，派少量骑兵接应一番，也不敢吗？军令在上，卑职不敢擅动守兵。接应的事暂且不论，你先派探马出去，给本官查明城外虚实。西夏骑兵到底来了多少？游到哪里？清河村那边究竟如何？本官都要知道。卑职领命。
先生，你去哪儿？俺去城门看看。军爷，外头到底来了多少西夏人？俺哪知道？俺又没长千里眼。俺想上城楼看看。去，城楼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军爷，俺就上去看一眼，一眼就下来。快去快回，莫给俺惹麻烦。这得多少人？不好说，可看这尘土，来的人不会少。东边起狼烟了！俺的村，俺要见知县，俺村里起狼烟了！怎么了？知县大人，俺刚上城楼看见了，清河村方向狼烟起来了，他们是真打起来了啊！求大人出兵，求大人派兵去救一救。俺清河村那些人这会儿正在村里跟西贼拼命啊！他们若没了，西贼下一步扑的就是陇城县啊！知县，越是狼烟已起，越说明外头敌情凶险，守城兵马更不可轻动。况且迁移令早已传下，命沿边各村尽快撤入县城避敌。清河村既未进撤，如今敌至，总不能再逼县城擅动守兵。穆大人，俺求你，俺不是求你白白送兵去死。清河村里有乡勇，有寨墙，有弓弩，他们此刻一定还在跟西贼拼命。只要大人这时候发兵援上一把，里外一夹，一定大胜。到那时，保住的是一村百姓，扬的也是陇城县的威风，这也是大人你的功啊！县城若失，满城皆死，为一村而动全城，卑职不敢。好一个不敢！俺清河村的人，在外头替县城顶着西贼，顶出来的就是你一句不敢。清河村不是陇禅县的地，村里那些人不是大宋百姓，他们在外头流血拼命，你们在衙门里抱着军令看着，俺今日算是见着官了。放肆！区理政，安敢辱骂上官？辱骂！来，俺这条命就在这儿，不用麻烦，也别给俺安什么罪名了。你要治俺的罪，来，一刀砍了俺，俺倒要看看你砍了俺这颗头，堵不堵得住清河村那把火！大胆刁民，你想造反不成？够了！探马立刻放出去，本官要知道外面到底来了多少西夏人，清河村那边究竟如何？射中了，西贼退了，俺射中了。好，别乱，送箭的上去，给我把弩补满。这才是正经打仗的。刚才那骑兵是来试咱们水深浅的，还会再来。不来才怪！不许放！
社头，再不打，他们就要放箭了。再进。放！痛快！弩要再多点儿，俺都敢开寨门追出去。攻守上前！放！伏地！弩兵撤下寨墙，所有人后退，主道让开，全推进村舍，贴墙、守窗、上屋顶，准备打巷战。有伏兵！继续压主道，别让他们退，也别让他们散开。他们在拆墙，寨门破，土墙塌，他们不会再走主道送死了，而是要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灌进来。都往后顶住！顶住！别让他们过去！师傅！师傅！没有备用弹匣了。往后退！娘的，知道了。社头，跟上我。上！师傅，左边！上啊！跟着老木匠！师傅，老子做的弩够本了。来！没子弹了，接下来是真正拼命的时候。
没看到信号弹。谢长风，我们就这么闲着？村里都快打烂了，我们还趴这等，还是人吗？李逵，你他妈给我记住，军人第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子弹耗尽了，亲兵护卫是敌酋。总攻！我操你妈的西夏狗！冲！我操你妈的西夏狗！快上车！关门！长风，该你了，不能卡住，车一停，我们4个都得死。拦住他！射死里头的人！鬼物！妖车，这是妖车啊！他们怕的不是杀不死，是不明白为什么杀不死。没了。拿着。援兵，宋军援兵到了，头领死了，后面也有敌人。你受伤了？这车得重新钣金和喷漆了。我不能停，还有人等着救命。陈素姐姐，这是什么药？特殊的消炎药，只能他们用。金疮散明明已经是最好的药，为什么他们不用？陈素姐姐，先给林大哥、马大哥、王大哥他们用金疮散吧，别的伤员不够用，先拿草药顶一顶也行。不，金疮散留给更重的伤员。可林大哥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人啊！正因为重要，才不用和别人抢这个。丁河村原本400多口人，此战后还能站着的男丁只剩91人，其中带伤82人，重伤19人，110名乡友，如今只剩35人，19人带伤。真正还能提刀守夜的人，已经没剩多少。村前段、东侧、寨门附近，几乎家家断人。不是逃兵和乡兵。是。清河弩和重甲，不能被人一来就收走。这是清河村往后活命的底气。战死231具，其中1名千夫长，3名百夫长，重伤西夏兵是60人
集中关押，被俘府兵91人，全部捆绑另押。这一仗我们赢了，可清河村没有资格高兴。真正难熬的还在后头。天爷啊！天爷呀！造孽呀！造孽呀！李正，村里咋弄成这样了？咋就遭了这横祸呀？别哭，老汉该死啊！老汉没能求来救兵，没能害苦了大家，老汉该死啊！林公子他们呢？三槐呢？他们在哪儿？怎么样了？李正，林公子他们还活着，都受了伤，在祠堂躺着呢。可三槐树战死了。三槐呀！娃呀！周伯，我苦命的娃呀！别怕，往后你就是周伯的孩子，就是全村的孩子。我爹没了，师哥也没了，他们都没了。清河，快来按住他，伤口又崩了。周伯，我先去忙。周叔，转去县里的那些村人都还好吧？还好，都还好，没出岔子。那狗日的穆恩，那个天杀的巡检，老汉我跪也跪了求了，可他就是咬死了城防要紧，死活不肯派一兵一卒出城啊！林公子，老汉我没用，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战死的乡亲啊！周叔，跟你没关系，不用自责。可为啥呀？为啥他们会攻我们的村子？审过了，来的是西夏野里部。1个月前那批打草谷的骑兵，也是他们部的。当时我们没收拾干净，留下了祸患。他们这次来，不是来试探，也不是来抢一把就走，他们是来屠村的。那外头那支切路的骑兵也是他们的人，100名野力部拐子马，专门截断县城和清河村之间的路。穆恩这个混蛋，人家就是笃定县城不敢出兵。长风，别胡说八道。是寨兵，敌之县来了，还有穆恩。这是什么眼神？我堂堂巡检，竟没人来迎！狄县尊，这是清河村最后一点礼数。昨夜之后，他们跪不下去了。进去吧。陈娘子。这里伤员太多，你一个人怕是撑不住。若你愿意，我可以叫人备车，先把一部分伤员送去县里。县里还有几位大夫，总能替你分担些。不用，县里贵人多，地方金贵，清河村这些半死不活的人，不敢去添麻烦，也不敢劳烦狄县尊。陈娘子，县尊好意，
你就是这么回话的？滚出去！放肆！你动一下，我就射穿你。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吗？都住手！狄大人，还是叫穆勋简回去吧。昨儿我在县里头都磕破了，求他发兵救命，他不肯。如今清河村死了这么多人，祠堂里头躺的，外头摆的，都是人命。他这会儿倒来摆威风了。咋？昨儿不来救人，今儿倒来捡功劳了？你们懂什么？边地兵马岂是说动就能动的？我不过是依经略相公的军令行事，不敢擅自出兵罢了。若西夏人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县城空虚，谁担得起这个罪责？本官守的是一县之地，不是一村一寨。军令在上，我岂敢妄动？狄县臣，都把弩放下。陈肃，放下。立正！穆恩，你有3罪：一罪见死不救。昨日周礼正赶到县里，头都磕破了，求你发兵救命，你不救。2罪，敌情不明，坐视西夏屠村。来的是什么人？来了多少人？是劫掠还是屠村？你一概不查，就敢缩在县里闭门不出。3罪，未战不前，贻误军机。寨兵若于昨日出城，与村中乡勇内外呼应，清河村何至于死这么多人？清河村没死绝，昨日谁求过兵，谁不肯拼兵，这里全是人证，这事压不住了。你以为抬出经略相省就能遮住你这3条罪？若中使君知道清河村被你拖成这样，你觉得你还有命在吗？我没有，我不是。够了，林昭，把刀收了。他该不该死，不是现在由你杀。起来。昨日到底情形如何？狄公公若想知晓，不妨随我去看。戮杀西夏军231人，其中1名千夫长，3名百夫长。千夫长都死在这里，清河村不是侥幸撑住，他们把这支西夏兵打垮了。若昨日我出了兵，哪怕只赶上收尾，这功劳也有我的份儿。死人、战利品、战马、俘虏全都摆在眼前，这不是小胜，是足以惊动中使军的大战。村里伤亡如何？昨儿粗粗点过了，村里原本400多口人，男丁271人，如今还能站着的男丁只剩91人。这91人里，带伤的57个，重伤11人。先前练出来的110名乡勇，如今只剩35个，且多半带伤。你先回县城。狄县尊，我回去。是。给我找个静一点地方，备笔墨纸砚。祠堂后头还有间偏屋，昨夜里一直在那儿商量守村和安置事，桌子都还在。都先出去。是。
这不是一县一寨能压下去的事。边地惨胜，清河血案，必须上报。秦凤路陇城县知县狄申谨备急报。上闻经略安抚使种使军麾下，窃其西贼猖獗，犯我边陲，劫道围村，事甚促急。左者清河村为贼所攻，贼众甚盛，其间有1000夫长1员，100夫长3员，披坚执锐，歼佛府兵，实非寻常超略之奇可比。本村乡民相拥，并立死战，妇女亦挽弓持弩，转运药食，守卫不退。自陈巨业，血战近日。村中男丁271人，战后尚可站立者仅91人，原列乡勇110人，战后仅存35人，且多负疮。其死伤之惨，机智灭村。然清河村上下以死拒贼，竟斩西贼231校，其间1000夫长1员，100夫长3员皆没，又获战马若干，俘贼府兵及伤兵若干，收得军资器械甚众。贼势尤是大挫，清河村竟得保全。某亲赴其地，目睹村寨焚毁，死伤甚大。又见贼尸击入小山，俘获马匹器械罗列于前，实知此亦非特一村自保，是为边地少见之苦战、死战、血战。若非全村上下同心效死，则清河村必已屠灭。某等应援不及，致令一村独当贼锋，死伤之惨，某时惶惧，不敢自安。此役关系非轻，战状王有意，某不敢拥避，仅先据急报，上闻使君。其详细首末，死伤名数，俘获器甲，容某续行查明，另据册报，扶其使君鉴察。放心吧，狄武乡的后人，这点风格还是有的。立刻快马送往种使军处。是。回县城，再调50名兵丁过来，要手脚利落、能干活的。告诉县里，今日起清河村这边的事，优先于旁务。属下领命。都别站着了，该干什么，继续干。他这是……陈肃，如今清河村里，除了林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位陈娘子。迈步，场面进行认尸和安置。你们2个过来一下。巧娘她爹没了，按大宋宋律法，她得守孝100日。这100日里不能成亲，100日之后，3年之内若要成亲，也不能穿红，不能吹打，不能大拜。你若心里有别的想法，现在就说清楚，别再伤她一回。我不在乎这个，100日也好，3年也好，我等得起。不能穿红就不穿，不能操办就不操办。他人还在，就够了。后事，你打算怎么办？大办。这一仗，清河死了太多人，不能悄悄埋了，就算过去。得让他们风风光光走。他们是替清河村死的，也是替县里死的。好，这场大丧由县里来办，一副用度，县里全出。我今晚便回县里安排，明日举祭，全县士绅官吏能来的都会来，该有的礼我给清河村补上。那就有劳狄县尊了，这是应该的。村里人实在太累了，今夜想好好睡一觉，有劳诸位弟兄了。
林公子，陇陵县方向来了大批车马。老李正，不必多礼，我等奉狄县令之命，特来祭奠。先带我等去灵前上香。是，吕员外这边请。有礼单的，报姓名、住处、所献何仪，一一记下。后头来的按次排着，不要乱。终究还是我见识浅了，这样的大礼，处处都是门道。这不是热闹，这是清河村死去的人，终于被整个陇营县看见了。清河村什么时候得过这样的礼遇？可这礼遇是拿一村人的血和命换来的。今日祭礼，先祭清河死难父老，其后再行公祭。诸位既来了，便都是为清河而来，为亡者而来。今日不分贵贱，不分先后，只论哀敬。请林昭林社头主持祭礼。为大宋宣和4年灵溪岁停抽日，清河村仅以薄酒素香，祭我此役战死父老兄弟、妇人子侄之灵。西贼犯边，劫道围村，欲屠我乡里，掠我妻儿，焚我屋舍。尔等本是布衣百姓，平日耕田织布，奉养老幼，并非宿兵，亦非汉族。然南敌临门之日，无一人退。村中男儿执刀登墙，流血不退；村中妇人挽弓持弩，逆行而上。钟时钟到了，下官。祭礼继续，先祭亡者。村中妇人挽弓持弩，逆行而上，运药食护伤者，手持膛，与男儿并肩而战。老者不避，少者不退，人人死战，寸步不让。尔等守住的，不只是清河村一村一寨，不只是父母妻儿、屋舍田亩，更是我大宋百姓不肯屈敌、不肯为奴的骨气。今日之战，尔等虽为布衣，其忠烈不让军中见耳。今日之死，也不只是一村之伤、一家之痛，此乃国伤。清河因尔等而未灭，边地因尔等而未溃，陇城上下也当记得尔等这一口不肯退让之气。尔等今日所成，不是寻常相斗之勇，不是一时匹夫之怒。你们守住了清河，守住了襄陵，也守住了我边地百姓宁死不屈的这口气。今日之后，尔等忠魂不该埋没于荒村野地，尔等性命只留在自家门内，后人口中。清河不敢忘，后来之人不敢忘，陇城更不该忘。今臣薄念，祭告忠魂，愿尔等英灵在上，知清河尚在，知襄陵尚在，知你们以命守下来的这片土地，终有人报。福为上祥。钟时钟，带秦凤路军民
拜祭清河忠魂。诸君守土而死，互相而亡，钟某来迟了。此战非一村私斗，乃边地苦战。诸君之死，非一家之伤，乃国之大伤。清河村上下以布衣之身行假释之事，流尽血而不退，战至死而不降。若此等忠烈，朝廷不知，天理不容。若此等义民，秦风都不闻，钟某无颜再统边兵。自今日起，清河村之名当传秦凤路，清河村此战当告天下。谁敢再说清河只是边地小村，此村当为大宋第一村！接下来就不是借忠魂的话了。清河忠魂可受此祭，清河之名也担得起这一村忠烈。可本帅更想知道，这一村百姓为何会独当贼风，血战近日？官军何在？援兵何在？是谁让清河村流血至此？狄知县，我且问你，清河村被围时，你可曾发兵去援？回使君，下官接报之后，立刻自县中调寨兵出援，不敢有半分耽搁。谁为领兵之首？穆恩穆督学。穆恩何在？卑职穆恩拜见使君。狄知县，可曾命你去援清河村？曾命。你可曾领兵出城？出过。那为何未至？回使君，当时城外亦有贼气游荡，卑职恐是贼人设伏，不敢轻进。卑职身负守城之责，也要为陇城县一县百姓安危着想，这才暂缓进兵，预先探明虚实，再做应对。城外贼兵有多少？卑职未曾尽知。清河村当时被围，你可知晓？知晓。狼烟可曾见？见过。既见狼烟，既知村中被围，你仍按兵不进？卑职只是恐中贼计。空中贼计，使君明鉴。老汉清河村李正当时奄奄一息，老汉亲自赶到县里求援，又亲自跪在他面前求他速救清河。老汉说的明明白白，村里已被围了，若再不去，全村都得死。可他不肯出兵。老汉跪求他，他也不肯。他不是不知，他是明知清河要死人，还是不肯去。还有什么话说？卑职一时失措。一时失措？清河村200余口死伤，妇人都上了墙，男人战到血尽，换来的便是你一句一时失措。穆恩，你不是失措，你是畏敌，你不是谨慎，你是坐视乡民赴死，不是为一县百姓责，你是拿一村人的命替自己保命。卑职有罪，卑职有罪，求使君开恩。卑职只是一时糊涂，只是一时糊涂。拿下！使君，使君开恩，卑职知错了，卑职愿戴罪立功，卑职愿再领兵出战。押到棚外，斩！啊！饶命啊！穆恩临敌未战，坐视乡民赴死，贻误军机，今斩其首，以祭清河忠魂。
医神，下官在。你执掌一方地界，守土安民，清河村遭围困，支援迟迟不到，伤亡惨重，你可知罪？下官知罪。下官治理无方，用人失察，致使清河村孤军死守，流血至此。今日使君未先斩下官，以示从宽，下官不敢自辩，请使君责罚。你倒还有几分担当。穆恩该斩，是因他接令不救，见死不援，已无半点可留。你敌身该罚，是因你用人失家，调度不周，终令清河村血战至此。从清河村死难者抚训医治，烧寨重建，粮秣补给，守备加固，一应事皆由你亲自盯办。下官领命。本帅今日把话说透，记住了，边地有敌不分官民，国门有贼不分军民。贼来之时，官民必须同体，军民必须同心，死守到底。谁敢坐视乡民赴死，谁就是今日穆恩下场。谨记使君军令。下官谨记。谨记使君之言。贼来之时，官民同体，粒粒同心。谁若不如此，今日穆恩便是明日自己。此子何人？回使君，此子名叫林昭，是清河村社头。清河能守到今日，多赖他主持村务，聚拢乡勇，临阵应变。我记得钟离信中提过此人，姚谷也颇为看重。烈士墓地，这不是乡野村夫随口能起出来的名字。师君，村中已被伯袭，不必用了，本帅稍后便走，叫林昭来见我。是。草民林昭，见过使君。真以本帅不知兵也，数百村夫安能摧西贼千骑？莫说是你，便是本帅率数百姓，已难胜此役。而清河竟做成了，如欲告我，此皆乡民死战之功，天省之德乎？而岂以我为如耳乎？据实陈来，若有半字欺隐，半句虚妄，本帅力斩汝于帐前。总帅不能为之，小子未必不能为之。今大宋文重武轻，兵少死战之气，将发临溪之段、好水川、三川口、永安城、统安城。前车未远，因箭犹在。若非姚种二帅所领西军尚能撑住西堤，小子实不知今日大宋还有几支可战之兵。若说清河村何以能有今日之胜，小子以为不过三短：其一，兵处绝地而心未死；其二，临强敌而法须先止；其三，所视器械未必逊于敌。依你之言，清河村所晒者何气？请总帅稍后。便是此物，此物10步内伤人，5步内可破墙。清河村中，青壮、妇人，乃至稍大些的少年，几乎人人都有一具。一具手弩不算什么，可一村人人皆备，便是整村都被武装起来了。西贼来犯的警报一到，小子便先遣谢长风，率村中仅有20骑，绕出村外，潜伏于敌后。待西贼兵临寨前，小子再命人以寨门示弱，诱其强攻，及其焚门入村，清河便不与之争寨门争大路，只与之打巷战。西则常于野战骑射，一入村中转不得马，展不开阵，拉不开弓，便先废了一半。村民则凭屋角墙后房顶埋伏，先以手弩尽射，再以枪叉刀斧分段截杀。待其阵脚渐乱，谢长风再自呼后杀出，直取其千夫者，首领一死，西贼自乱。此战，清河村不是正面破其千人之锋，而是先困其势，再乱其阵，最后斩其首。空口说来，忠贤太虚，画给本帅看。是。此处是寨门，此处巷窄，马不能回。此处院墙可伏怒手，谢长风便是从村西这道枯沟绕出去的。若西贼先占了此处呢？那便不争。不争？此处虽紧，却不是死地。西贼若先战，小子便主动让开。
右旗继续往里压。巷子越深，队形越长，前后越难相顾。只要他一长一乱，一回不过头来，便有得打。你不是守村，你是在请君入瓮。谢长风这20骑从这里绕，西贼探马都是死人不成？西贼未到之前，他们便已绕出村外，借枯沟、林带、河滩死角前行，不求快，只求不露。这20骑不为冲阵，只为斩首。前方久攻不下，骑士已困；后方奔走增援，其阵已乱。此时骤然杀出，取的就是敌手。师君，已过午了，请用饭。端进来。若有西军老卒守此处，这条巷子还能再多吃他几十人。你倒真敢说！总帅先前不是叫小子局时辰来吗？你可愿来我帐前效力？小子眼下还不能去。为何？边患未息，陇城尚危，小子此时不能走。倒也像你。马哥，咱队长挺会骗老头啊！骗麻了，这叫本事。哼，你有能耐你也骗去。我要骗也不骗老头啊！人老了真可怜。使君有令，自今日起，清河村守村自备所需军需军器，县中不得一概拘死，遇事可从宽处置。下官领命。总帅军令：清河村所获俘虏军械、甲兵、马匹，并诸般战利，尽数移交经略司点回收存，不得有误。知道了。就。哎，差不多得了啊！俘虏、破刀烂甲你们拉走也就算了，这马总得给我们留几匹吧？哎，这还上手了？省省吧。这还省什么？这不是明抢吗？哥，昨天你跟种老爷子到底都说啥了？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是个叛徒啊！眼窝子真浅，那是秦凤路精血安抚使西军主帅，能白拿你这点东西？啥意思？等着吧，该你的少不了。东西既已点收，我等便回去复命了。请便。真就一根毛都没给咱生。诸位父老，肃静！这位乃秦凤路经略司参议官，奉经略使总帅之命，特来清河村宣赏。清河村父老忠勇守土，拒敌有功。此役之中，虽遭西贼侵略，然上下同心，死守不退，斩获甚多，保境安民，功在边地，名闻一路。经略使种公闻之，深加其中，特请陆司议赏，以征义烈。赏清河村金1000两，银3000两，绢帛1000斛，米麦500担，酒肉300担，以抚死难，以恤生者，以争其功。这多少？1000两黄金，3000两银子，还有1000匹绢帛。我的老天爷！我没听错吧？撒手！瞧你那点出息！此外，此役有功之人，另行嘉赏，逐一宣明。清河村社头林昭上前听赏。林昭统合乡勇，临敌应变，筹谋拒敌，守村为先，攻居首位。赏银200两，锦缎8匹，绢10匹，授从7品武功郎，充龙城县兵马监护，赐号破雾勇士。林昭领长，谢总帅，谢朝廷。谢长风，突袭斩将，阵斩西贼千夫长，赏银150两，锦绢8匹，米粮20担。授正9品诚信郎，任陇城县义军副都头，赐号敬卢勇士。陈肃，临危不退，救护伤者，赏银80两，绸缎5匹，药材钱20两，另赐米粮衣物若干，赐号护国医娘。特许陇城县官方行医，免差役，免税，归兵马监黄麾下，为随居医官。周里长冒死奔走，求援官府，保村有首功，赏银100两。绢6匹，米粮15担，授从9品，进武复习，终身免役，全家优待。王浩川参战有功，赐银60两，锦缎3匹，绢布4匹，米粮15担，赐号忠义书生。总帅亲书褒奖状一道，永不入军籍，保留科举资格。州县学工书院皆可免费入学，地方官吏不得随意役使刁难。马振邦参战有功，赏银60两，锦缎3匹，胶布4匹，米粮12担，任义军对正，赐号忠勇义士，全家终生免差役，归兵马监押麾下听用。
李逵、秦红英等人亦各有银帛米粮赏赐，并记功在册。我这一生妻儿早亡，本以为替清河村撑一天算一天，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能得这一身荣耀。去议事厅，你们也一道来。浩川，咱们几个不是授官就是领职，怎么偏你什么官都没捞着？你笑什么？咱俩如今都入了5级，这辈子便别想再走科举这条路了。浩川不一样，他这回看着没受实官，实则科举的路已经替他铺平了。浩川，离县试已不到3个月了，接下来这段时日，你以温书为主。我明白。那浩川岂不是很快就要走了？这怎么行？咱们几个一路拼到现在，难不成还要散了？不是散，是分开走。而且，浩川进京本就是我们计划里的一环。计划？咱们往后若想成事，不能只有边地这一只眼睛。陇城要有人，边地要有人，京里也得有人。浩川读书，是替我们走另一条路。那也太远了。你若真能进京，日后看到的、听到的，便不是我们留在边土能比的了。若我真能入京，除了赶考，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史书里那一笔太轻，可那女子的结局太惨。既然我来了，那样的结局便不该再照旧发生。浩川的事，先定到这里。下面，该说咱们自己的活路了。这一仗打完，清河村还剩36户，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能再扛刀上阵的已经没几个了。所以第一件事，不是分赏，不是论功，是安人。清河旧址，不能再住了。房舍毁了大半，村墙残了，寨门也烧了，边患又未绝，再把这些老弱妇孺压在那儿，不是守家，是等死。真要搬？搬。剩下这些人，总该过点像样的日子了。我的意思是，清河村剩下这36户，愿迁入县城者，村里统一安置；凡愿放弃就地就屋的，每户补10贯。进城后的住处，也由村里出钱置办，不叫各家再掏1文。会同意的，都会同意的。这怎么可能不同意呢？哥，你这是要把全村都搬进县里去？活人得先有个像样的活法。第二件是抚恤，凡家中有殉难者，每人发抚恤银20贯。此外，自今日起，凡清河村烈士家属，按殉难者人头月给。孩子养到18岁，妇人若再嫁，月给便止。那要是人家不嫁，对方愿意倒插门呢？继续发放。讲究。不会嫁的，不会嫁的。这还怎么可能外嫁了？若真能这样，那些死了男人的人家，后半辈子也算有靠了。我要让他们不只是有靠，往后清河烈属得是全县最受敬重的人，便是再嫁也得是我们清河的女人当家。我还是头一回听见有男人把女人往后的日子说得这样明白。第3件，置地起斋。周叔，你上次买的那10间1进小院，价格如何？地点在陇城县城西北地段，有些偏，每套30贯，10套一共花了300贯。若照林社头林监章的说法，还要再加26套，至少也得800贯，花费不小。不，周叔，我没想花钱，我还要赚钱。县城里的地怎么卖？还有，1套1进小院，大概占地多少？普通地段大约3贯1亩。1进小院占地大概半亩。好，周叔，明天你进城去找牙行，我要买50到60亩连成一片的地。50到60亩？地拿下来之后，先起50套1进宅子，10套2进，5套3进。
再给陈宿起一座医馆。此外，附近还要再起10间铺子，清河村各户先搬进去，剩下的宅子和铺子交给牙行对外卖卖。哥，就你这脑子真是绝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我们自己做房地产呢？只是剩下的房子未必好卖呀，县城里的好地段也未必有这么大的空地了。放心吧，肯定好卖。没有谁比我们更懂配套措施了。医馆往那儿一放，铺子往那儿一开，小区规划建立起来，人气不就起来了？你房地产也懂了？那咋的？这种事儿我们不是见得多了。长风这回倒没说错，地偏不怕，人是可以聚的，医馆是可以立的，铺子是可以开的，只要人气起来，那片地就不再是偏地。置地起宅不是为了摆阔，是要把死银子变成活产业。村里人搬进去是安身，多出来的宅子和铺子卖出去是生钱，钱回来再去养人、养兵、开铺、扩作坊，这才是活路。他脑子里装的根本不是过日子。等宅子都起好了，再分归属。一共给各户住2进3进，原则上留给咱们这些主事的人，还有议事公用。林衙官，你这不是搬村啊，你这是要把清河村整个挪进县城里去啊！不是挪进去，是把清河村的根扎进去。第4件，立账，今日起，私赏归私，公赏入公账，朝廷赏给个人的，个人自己收着；赏给清河村的那一份，还有先前红英家那笔银钱，全部并进公账。往后迁居、置地、起宅、开铺、设医馆、练乡勇、造军器，都从这本账上走。这账得有人专盯着，所以要设总账房，你来盯。我不懂账啊！我不要你会算，我只要你盯住那些会算的人。往后咱们会有大笔银钱入账，但不是拿钱白养人，钱撒出去是要让人动起来，为我们赚更多的钱回来。总账场由你盯，月俸5贯。第5件，分人做事。从今日起，我们几个便不只是清河村里的人了。我记入了兵马监押衙门，往后管的便不只是清河村，而是陇城县的湘军、寨兵、义军。接下来就2件事，一是把兵抓起来，2是把钱路铺出来。浩川，你全力温书，钱、书、纸墨、先生复式花销，公账优先供给。你走的是文路，也是咱们伸进州县、深入京城的一只手。陈素，医馆归你总理，村里人看病抓药，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对外坐堂行医要挣钱，你既归兵马监押麾下，往后军中伤病、营医药、随军医官这一块，也归你看。马哥，我想在清河旧址起军器作坊，手弩、枪头、刀具、箭矢、甲片，能做的都做，能修的也修。县中湘军、寨兵、义军所需军器，也都归你定，一应开销走公账。你这里是重中之重，你应该明白。木匠、铁匠都得多招。清河弩一张成本就要3贯，不是小数目。若再往后推火器，开销只会更大。马哥，你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到最后造出佛朗提炮。当前我需要100到200只清河弩，所有的材料配置，你写出单子来就行了。那就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长风，你领义军副都侯，不是挂名。义军挑人、练兵、巡哨、传训、护送、跑外务，都归你。原有清河乡勇，单独成队。长风，你领义军副都头，不是挂名。义军挑人、练兵、巡哨、传训、护送、跑外务，都归你。原有清河乡勇，
单独成队，就叫清河特战队，先按100人编。以后给配备的手弩、短刀、手雷。清河弩，所有都是最好的兵器，专做夜袭、斩首、突入、破阵这些硬活。这支队伍，你总带。终于回到老本行了，多么熟悉的名字啊！李逵、红英，你2人也都归我麾下，你2人负责军中日常操练。寨兵湘军里能练的，也都要练起来。是。从明天开始，咱们的第2步，便是把陇七县真正攥到手里。从这一日起，清河村便不再只是个村子了。自然是真的，这是林监押亲口定下来的，还能有假？你们啊，往后就等着进县城住新宅子吧。岳母，巧娘，我来了。长风哥如今得了赏，受了职，先前定下的婚事会不会变？岳母，我来给你们报喜了。长风啊，你如今可是有官身的人了，哪还值当亲自跑这一趟？岳母，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有官身，那不还是我吗？巧娘，这是我这回得的赏赐，你先收着。长风哥，这怎么成？咱们还没成亲呢，这些你还是自己收着吧。没成亲你也是我娘子。再说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哪懂管这些银钱布匹？往后家里的事儿，自然归你管。我跟你说，过些日子，咱们就不住村里了。我哥已经定下了，要把清河村的人都安进县城去。到时候，我这样的主事之人能分到3进的大宅子。你和岳母先搬进去住着，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归你管。回头再雇2个人专门伺候着你们，婶子也能跟着享清福。你说这些做什么？这有啥不能说的？我如今是义军副都头，往后还得练兵、办事、跑外务，忙得很。家里要没人替我看着，我哪儿放心？所以这些，你先收着。以后我的就是你的。那我就先替你收着。到了县里，我们三个住一个3进的大宅子，好不好？必须得搬吗？我还舍不得这里呢。陈素姐姐，我家的房子会被拆掉吗？不会拆，只是村里人都搬过去了。这边以后要做兵工厂，就是做武器的地方。清河，我知道你想你爹，和你离儿是隔，可人总得往前走。以后你就当我是你亲姐姐。陈素妹妹，你看着比清河还小呢，她怎么就管你叫姐姐了？其实我看着小也不小了。那你多大？我18岁了，比清河大1岁。啊！你竟然跟我同岁？你也18？对啊。真没看出来，你这样子说16都有人信，那是你眼力不行。行，那你说你几月生的？6月。那我比你大呀，你得叫我姐姐。不行。凭什么不行？我比你大1个月呢。你还是叫我姐姐吧。你太霸道了，比人家小还要逼人家叫姐姐，哪有这种道理？
那你们5个当中，谁最大呀？马哥最大，快30了。你的林大哥20，王浩川19，谢长风跟我同岁。什么叫你的林大哥？那不也是你的林大哥？我只是被他买下来的。红玲姐姐，你每次看林大哥的眼神可不一样。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我不跟你们说了，睡觉。苏姐姐，我看你们都听林大哥的，有时候还叫他队长。他是你们当中最厉害的吗？不能这么说，他判断力最强，也最会谋划，但不是什么都厉害。那是谁学问最好？王大哥吗？他不是要考科举？大宋的科举对他们几个来说都不算什么。其实学问最好的是马哥。马大哥，马振邦。马哥是国防科大的博士，博士在我们那儿是学问最高的一等，国防科大比国子监也要难进。他专管造兵器的，我们现在用的那些手弩、清河弩都是他做的。以后咱们能有多厉害，他说了算。马大哥这么厉害啊？那他怎么都听林大哥的？他是我们5个的头，当然听他的。马大哥可坚强了，我给他换药的时候，他脸上的伤口那么长，都不用麻醉伞。让清河觉得马哥是个硬汉，也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林昭有林昭的路，马振刚有马振刚的路，王浩川有王浩川的路，我也有我的路。明天还有事要做。林昭，陇城县可没那么好淹。